女神明明白天才拒绝了我的表白，没想到晚上又跟我去了酒店。看着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却没有半点欲望，反而一脸嫌弃。只因女神在同学聚会喝酒时被人动了手脚，陷入昏迷，而且她的父亲此时就在房间门口听着动静，只要我稍有动作，他就会冲进来当场把我告上法庭。事后连女神也指控我对她图谋不轨。之后的日子里，我便在牢狱中度过。也许是老天同情我的遭遇，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走到床前，看着面色潮红的江洛涵，饶是我两世为人，也不得不惊叹她的颜值。但这一次不能再被人家堵在门口抓脏暴打。我没有犹豫，直接抱着她走出了房间。上一世自己刚洗完澡，还没开始行动就被人按住，多半是有人告密，把地址发给江洛涵的父亲。果然刚走不到5分钟，一辆豪车就停在了酒店的门口，正是江洛涵的父亲江哲。一下车就火急火燎地冲进了酒店，等他踹开房门，整个人却是傻眼了。房间里面空无一人，他不死心地给江洛涵打了一个电话，可还是只听到了关机提示音。冷静下来的江哲在我班主任那里要到了我爸的联系方式。当我爸白星学知道我的事后，顿时傻眼。因为我爸是律师，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如果坐实的话，我的后半辈子就算是毁了。他急忙开车来到酒店。江哲见到我爸后，怒气冲冲地走过来：“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我爸自知理亏，只能承受着江哲的怒火。江哲也确实很有实力，是汉江市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资产数十亿。两人一见面，第一时间报了警，随后查起了监控，但监控画面太过模糊，一时间也查不到去向。就在众人万分焦急的时候，江哲接到了江洛涵的电话。一接通电话，听到是我的声音，脸色阴沉了下来。白北洲，我家洛涵呢？你家洛涵喝了点酒，开始想着让他在酒店休息一会，醒过来后自己回去，可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对劲，我就送他到医院来了。听到这话，江哲和白星学同时松了一口气。没事就好，在哪个医院？老爸，你怎么也在？先别管，告诉我你们在哪个医院？在市医院。话还没说完，那边就挂断了电话。一扭头，江洛涵正睁大眼睛看着自己。我去，你醒了呀？刚刚用你手机给你爸打了一个电话，相信他很快就到了。谢谢。江洛涵刚刚虽然意识模糊，但还是清楚外面发生的事。没事，既然你醒了，我就先走了。说完后，我就打算离开。江洛涵看着我的背影，心里微微发酸。以前自己感冒在学校医务室输液，北周也假装生病跟着掉了一下午的葡萄糖，现在态度却是这么敷衍。就因为自己拒绝了他的表白，北周怎么了？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做朋友吗？江洛涵眼中带着些许期待，而我却是思考起来，上一世自己只是他的舔狗，最后还一无所有。见我没有说话，江洛涵还想说些什么，这时护士走了进来。醒了啊，不过还是需要再换一瓶药哦。护士年龄不大，说话的声音很温柔，换药的时候还对我说：“你女朋友真漂亮。”别误会，她只是我同学，不是女朋友。江洛涵抿着嘴一言不发，扭头看向另一边，像是在生气。不好意思啊，看着你背着她进来的样子，还以为你们是……没事没事，悄悄告诉你，我喜欢的是穿着白大褂的女孩，1.6米的最好，这样不用踮脚尖了。流氓！帅哥，你这么会说话，一定交过很多女朋友吧？才没有，我一直为了爱情舍身如玉，他们都说我傻，以前我也是这么觉得，不过自从见到你后，我觉得我的坚持挺明智的。小护士被我说的心里飘飘然，要换完了，小护士还有其他工作不敢耽误，只能遗憾地看着我。帅哥，要不然加个 QQ？ 好啊，你 QQ 多少？我待会回去加你。小护士掏出纸笔，把自己 QQ 号写好，就塞到我手里。记得加我。好啊。看着护士离开，我心里不禁感叹：年轻真好。北周，你以前怎么没说过你喜欢护士？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好好养着吧，拜拜了您嘞。眼见我离开，江洛涵的眼睛有点发酸。今天的北周好像变了，冷漠的自己都不认识了。难道就因为自己拒绝了他的表白？他只知道看着北周和其他女孩聊得开心，有点不舒服。我刚出医院没多久，江哲就驾车到医院门口了，后面跟着的是我爸的车，最后面还有一辆警车。还好我特么鸡贼跑得快，不然又要进局子了。上一世我舔了校花3年，毕业时终于鼓足勇气表白，校花非但不领情，还当着全班的面说我就是一个臭屌丝，根本配不上他。重生归来，我把江洛涵送进医院，没过多久，江哲就带着警察赶了过来。北周，这到底怎么回事？聚会的时候，江洛涵喝了点酒就昏睡过去了，到医院后才醒过来，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具体什么情况，你还是去问问医生吧。老白，今天有点累了，我想回家。小伙子，跟我回局子里做个笔录再走。刘警官，看来是个误会，不好意思麻烦你了。知道江洛涵没事后，江哲也就冷静了下来。他不止一次从江洛涵口中听到北周这个名字，
也问过老师，大家对他的评价都还不错，想来做不出那种丧心病狂的事，也就不想给他落下什么不好的影响。北周，谢谢你，白律师，今天这事是我不对，改天我登门道歉。道歉就不用了，快去看看孩子吧。那个江叔叔，医药费我交了312，开房给江洛汉休息用了128，打车用了6块，一共是446，抹个零头，您给我450就行。450，在04年，这可是自己大半年的零花钱。白新学拍了拍北周的后脑勺，还想着要钱，丢不丢人？是我疏忽了。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钱包，将厚厚的一叠钞票塞到了北周手里。江叔叔再见，替我给江洛汉问声好。江总，这是洛汉的化验单，您最好还是看一下，查一查洛汉今晚去过哪些地方，和谁接触过，还有给我发消息的那个手机号。江哲交代完后，深吸一口气，收敛了所有负面情绪，露出前所未有的慈祥，走进了病房。洛汉，还有哪不舒服呢？爸，江洛汉见到江哲后也是欣喜，可是眼光却是不自觉地瞟向他的身后，没忍住问道：北周呢？他回去了，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的北周坐在老白的车上，别过头看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风景，陷入思索。曾经无数次梦回18岁，可是真的回来后，却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太陌生了。回到家后，北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何一梅走过来，生气地说：老白，这么晚了，出去到处乱跑，还不跟我说一下？妈，你先别说老白了，他这不是为案子愁的吗？我饿了，能给我煮一碗阳春面吗？前世的北周在陌生的城市打拼，创建了一份不小的家业，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来看望父母一眼。最想念的就是老妈的一碗阳春面。在听到北周想吃阳春面的时候，何一梅开始也是一阵奚落，这么晚了还折腾人。可是说归说，还是放下手里的活走向了厨房。吃完面，北周一改往日的懒惰，主动把碗洗了。回到房间，打开电脑，电脑 QQ 响个不停。有人在看到北周的头像变亮后，连忙艾特了他。北周，最后我看到你扶着大校花走的，还有人说你们去酒店了，真的不可细说。大哥，你在哪儿？我去叨了你。我的女神啊，卧槽！大哥，细说。北周咧嘴一笑，又打了几个字：下回聊。谢谢大家关心，我在家。江洛汉应该是接到了同学的电话，知道北周在造谣生事，连忙登上 QQ 进行了辟谣。我就说嘛，洛汉怎么看得上他？幸好幸好。北周见没热闹看了，就退了出去。谁知道这时江洛汉居然找了上来，给他发了一条私聊：你为什么在群里说那种话？我说啥了？算了，今晚谢谢你。发送后，按照白墨以前的习惯，一定会立马回复。可是这次却像是石沉大海一样。几分钟过去，也没见北周冒泡。可谁知道刚发送完，北周的头像就变灰下线了。北周其实还在电脑面前，只是设置了一个隐身。消息太多，看着烦。北周对此兴趣不大。对他而言，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陌生人，见面了也没几个叫得上名字的，也就没必要瞎凑热闹了。虽然不是太关注，但是还是瞟了一眼。他们说去什么露营之类的，青春期的男男女女，处处散发着荷尔蒙的味道啊。北周不回我消息。混蛋！我呀，我的青春喂了狗，更何况我是个俗人，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抱负，赚点钱，多找几个女朋友一起。北周，你的意思是我是狗？好，我狗给你看。你真咬啊！第二天日晒三竿，听着客厅里面响起的座机铃声，北周才揉了揉眼睛，从床上爬了起来。哪位？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睡？桌子上给你留了点钱，自己去吃饭。北周这时也注意到了桌子上的100块钱，在金钱方面，父母从来没有亏待过他。突然门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谁呀？开门后，只见江洛涵站在门口，怯生生地向屋内瞟了2眼。叔叔阿姨在吗？上班去了。你们有事？和江洛涵一起的还有2个人，一个女生，一个男生。男生是江洛涵身边的舔狗之一，也是高中班上的班长刘强。女生是这一届的市状元苏婉。我们打算今天去看望一下舒老师，路过你这的时候，洛汉就说叫上你一起，要去吗？老舒啊，等我。如果是其他事的话，北周很有可能会找个理由随口敷衍回去。相较于和他们一起肆意的挥洒青春，他更想赚点钱好到大学去快活。他可太了解有钱人的快乐，尤其是在大学生活中。不过是去看老叔的话，倒是可以挤出点时间。北周，昨晚你居然在群里散布谣言，是何居心啊？不就是洛汉拒绝了你吗？你至于污蔑他的清白吗？路上，刘强一直找北周的麻烦，想通过这种方式吸引江洛汉的注意。散布谣言，我说啥了？你说。行了，那边有水果店，我们去买点水果吧。昨晚的事怎么说得出口啊？
难道跟别人说自己被北周放在床上，结果他什么也没做？洛汉，等等我。苏婉倒是若有所思，江洛汉刚刚的表情不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啊？难道真的？想到这，他又瞥了瞥北周，却看见北周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了一支烟叼在嘴里。不介意吧？见苏婉笑着摇了摇头后，北周这才点燃了烟。前世的北周是从拘留所出来后学会抽烟的，重生回来后也没能改掉这个习惯。北周，你说我们还要买点什么比较好？江洛汉感觉有段时间没有听到北周的声音，就回头叫了他一声，恰巧看到了北周抽烟的样子，秀眉微微皱。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的自己会有点小生气，刚想质问他为什么抽烟，可是话到了嘴边，却发现自己好像没有质问的理由，只能弱弱的叹了口气。抽烟不好。北周，虽然洛汉拒绝了你，但是你也不能自甘堕落啊！抽烟也不能改变什么，何苦这样呢？到了大学，还有很美好的生活等着你。关你屁事！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从昨晚开始，他感觉北周变得特别陌生。难道真的就像是他们说的那样，拒绝了表白，不当男女朋友就不能再当朋友了吗？我只是不想这么早谈恋爱而已。这是好事，智者不入爱河。你们青春正好，就该志存高远，好好读书，报效祖国，别整天想那些情情爱爱的虚度光阴。我们，你不是吗？我呀，我的青春喂了狗，更何况我是个俗人，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抱负，赚点钱，多找几个女朋友一起。北周，你的意思是我是狗？好，我狗给你看。你真咬啊！关键是明明是自己被咬的，江洛汉却是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红着眼眶看着他。气消了就走吧，再闹下去就赶不上老叔家的午饭了，那可就亏大了。小婉，刚刚我为什么会生气啊？因为他说你是狗。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最生气的好像不是这个原因，不过他自己却不愿意承认，只能应和着苏婉的话。就是他居然说我是狗，我们也走吧。洛汉不会喜欢这种类型的，北周这是自暴自弃了，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我还有机会。洛涵来了，还有几个同学马上就到了，我们再等等吧。洛涵，你不是拒绝了北周吗？他怎么还跟着你啊？今天是来看舒老师的，大家都是同学，看老师哪有什么都不带的呀？明摆着就是想跟着你才来的。在路上的时候，洛涵提醒过北周买点礼物，可北周却是不以为意。开始还以为他是没钱了，悄悄说自己可以帮他买，可还是被拒绝了。老叔在我们还没有经济独立之前，是不愿意收我们用父母的钱给他买礼物的。你送的越多，他就越不开心，等着被骂吧。找个医生当女朋友就更可怕了，惹他生气了，说不定捅我几十刀，刀刀避开要害，痛也痛了，最后还只是算个轻伤，不影响下次继续动刀。人都齐了，我们走吧。老叔还不知道他们要来，在师娘开门看到这群学生后特别惊喜。快进来坐，快进来坐，老叔快出来，你的学生来看你了。老叔能被这么多学生爱戴是有原因的，三尺讲台，两袖清风，他是我见过最纯粹的老师，可惜天妒英才，在不到60岁的时候就因为肺癌去世了。师母，这些水果放哪？下次过来还带东西，我可就不开门了。这些东西你们待会走的时候都带回去，给你们父母。老叔的声音飘了过来，原本喧嚣嘈杂的客厅瞬间安静下来，哪怕已经毕业了，老叔的余威还在。舒老师，这是送给您的，你就留着吧。这么多，我当饭吃都吃不完，放久了就坏了。你们的心意我收下了。北周，这是给老师的，你自己什么都不带，居然还吃我们送给老师的水果。就是，难怪江洛汉不喜欢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呀？老师都说了他吃不完，我们作为学生的当然要替老师分担啊。就没见过像你这样脸皮厚的人。秀清啊，你去把这些水果洗一洗，给孩子们吃吧。老叔说完后，习惯性想抽支烟，刚要点燃，突然意识到还有学生在这里，就把烟放了下来。舒老师，抽烟有害健康，还是别抽了。老叔也是一阵错愕，什么时候开始有学生敢说自己了？省医院的侯明医生明天要到我们市医院来坐诊一天，我帮你挂了个号。你最近反正没事，去看看吧，要是没问题再抽。北周，你说的什么话？老师能有什么问题？真是的，会不会说话？在洗水果的师母在北周说完后就小跑着走出来了。北周，快跟老师道歉，你看师母都生气了。北周擅自给人家在医院挂号，这太过匪夷所思了。其实北周也知道有点梦浪了。你说的是省医院呼吸科的侯明医生。老叔当了几十年老师，长期使用粉笔还有抽烟，给他的肺落下了不小的病根。他看过很多医生，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只是建议他可以去省医院找侯明医生看看。
师母为此是专门去过几次手札，可是侯医生的号刚放出来就被抢空了，有的人甚至追了4、5年都没能拿到。谢谢。周围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从北周还有师母的谈话中依稀猜测到了老叔可能身体不舒服，似乎还比较严重。老叔都说了没什么大事，你们有什么担心的？待会他出来看见你们这个样子，让他怎么想？要难过自己回去窝在被窝里哭，别在这。北周，你是怎么知道舒老师？我不知道啊。那你送烟酒太俗，送水果太浪费，我就想着送点不一样的呗。反正老叔现在也没事，去看看也无所谓。就只是这样？那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会算命。也是，可能就是蒙的吧。不过作为老叔的得意门生，我还是谢谢你了。刘强作为班长，成绩确实很好，说是得意门生也不为过。可惜啊，他太过小心眼了，注定了成就有限。前世名校毕业后拼搏10几年，也只是在一个刚刚上市的公司当个部门经理。遇到北周的时候，还得笑着弯着腰叫声白总好。那家公司是北周创建的，在北周的带动下，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又变得吵吵闹闹。对了，北周，你打算报哪所学校？我妈想让我报医科大或者师范类院校，安安稳稳拿个铁饭碗。我爸想让我去理工类，不过我的想法和他们有点不一样。你是什么想法？理工大学就是个和尚庙，我肯定不去。师范院校女生虽然多，但是当老师太枯燥了，我洒脱惯了，就不去误人子弟了。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那医科大呢？你怎么不想去？女生也挺多的呀。找个医生当女朋友就更可怕了，惹她生气了，说不定捅我几十刀，刀刀避开要害，痛也痛了，最后还只是算个轻伤，不影响下次继续动刀。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啊？照你这种思路，我想想看啊，你不会是想去财经类院校吧？漂亮女生多，又不死板，发展前景还不错。不愧是班里唯一一个首都大学的高材生啊，聪明。不是吧？苏婉真的猜对了。前世北周没有上大学，创业后为了跟上公司的发展速度，自费参加了一些商学院的课程。重来一次，北周没打算恍惚一生，再怎么样也得创下一份不比前世小的家业才行。财经类院校就成了大学首选。好了，耽误大家时间了，家里太小，吃饭不方便，我请大家下馆子吧。饿死我了，早饭都没吃呢。活该，谁让你那么晚才起床的？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没有，就是太好看了，可惜啊，没江洛汉好看。酸汤肥牛、清蒸鲈鱼、糖醋里脊。北周点这么多，你吃得完吗？吃不完我打包回去当晚饭可以吧？好了，暂时就这些吧。做完这一切后，北周环顾四周，大家都在有说有笑的。可惜快乐是属于别人的，北周插不上嘴。同样闷着不说话的还有江洛汉。洛汉，怎么了？从老师家出来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没事。以前吃饭的时候，北周总是抢着坐他旁边，今天却对他避而远之。刘强坐在江洛汉旁边，对于北周今天没有厚着脸皮去挨着江洛汉，很是开心。北周，你这是要让舒老师破费啊？你这一顿点的，舒老师1个月的零花钱都没了。舒老师和师母坐在一起，微微笑着。平日里他们虽然节俭，但是对学生还是不错。没事，大家喜欢吃就行，看看还想吃什么，随便点。师母都没说啥，你们一天瞎操心。这次大家应该考得都不错，说不定是状元都在我们班呢。老叔的奖金肯定不少，大家别心疼他。北周，你说如果是状元真的在我们班的话，最有可能是谁？真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放心吧，肯定不是你。切，那你说还能是谁？苏婉啊。我。对呀。谢谢，那我借你吉言了。说谢谢多见外，如果真的拿了是状元，学校的奖金可不少。我觉得吧，到时是不是该请我吃个饭之类的，让我沾沾喜气？苏婉长相温婉甜美，自带一股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气质，班上喜欢她的人也不少，但是她察觉到后都会刻意的去保持距离。好啊，那就说好了，如果我真的是状元，就请你吃饭，吃啥你定。那确实得认真想想了。洛汉，北周是不是追你不成，去追苏婉了呀？果然是个人渣败类，不过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得上苏婉吗？江洛汉对于北周态度的变化本就难受，听到陈晓在耳边吐槽后，就更烦躁了。北周，我爸爸说晚上一起吃个饭，有空吧？此话一出，大家都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的看着。可以吧？过段时间吧，今晚没空。没空只是北周的推辞吧。他想见江哲是为了拉投资，现在自己手里什么项目都没有，单纯的吃个饭太不划算了。江洛汉神情略微呆滞，这还是他第一次邀请北周，结果却被拒绝了。可能大家都察觉到了氛围不对劲。吃完饭后，一些人起身离开了。下午你们什么安排？要不然去我家玩。下午我要自己去快活，你们玩开心。老叔，你明天带着身份证直接去市医院就行。下午我想去游戏厅，一起吗？游戏厅？你确定？
你这样的人应该去书店才对啊。早就想去了，一直没机会。学校旁边不远处就有一个游戏厅，每周刚进去就被人认出来了。白哥，你来了，玩台球还是？这是嫂子。什么嫂子？这是我同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想喝啥我给你们拿。矿泉水就行。你呢？姨呀，你和他很熟啊？这位啊，可是愿意给自己顶包的人。如果没有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重生的时候。我俩从小就认识，他爸出了点事，我家老白免费帮他打的官司，打赢了，得到了不少赔偿。白哥，游戏币自己去吧台拿，想玩什么随意。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挨得特别近。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没有，就是太好看了，可惜啊，没江洛汉好看。哼，谢谢，今天玩得很开心，我先走了，下次见。苏婉出去后，深呼吸了一口，里面太闷了，他还是喜欢外面的新鲜空气。看着学校外的，就老向他笑了笑。应该早就忘了吧？可是我还记得呀，不过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来了。以后还是可以经常回来看看的呀。你不玩了？太菜了，不想玩。北周，有没有时间送我回家？走呗。苏婉的家距离学校不算远，走路也就20来分钟。两人的话不多，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你就这么确定我是我们市的状元？你就当我会未卜先知吧。那你说，如果我真是状元，能去首都大吗？你就放心大胆的填报吧，首都大的录取名单上肯定有你的名字。要是真的如你所说，你想吃什么，我请你吃个够。那可就说好了。好了，谢谢你送我，我回去了，再见。再见。到了苏婉楼下后，苏婉到了别就上去了。北周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后也走了。他不知道的是，苏婉到家后立马打开了窗户，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才坐到电脑面前，打开空间，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条说说。最怀念的是清晨的那一缕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你的身上，看了3年，喜欢了3年。谢绝了，就真的不可能了吗？不过自己好像把它弄丢了，不行，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来了，洗洗手，准备吃饭吧。对了，江洛汉给你打了几个电话，你待会给他回一个吧，万一有什么事呢？后天我休假，我们去通讯店给你看个手机，马上上大学的人了，有个手机方便点。手机暂时不用买。你说啥？有了手机后会加大早恋的可能性，你也不想年纪轻轻就当奶奶吧？要是让我知道了你敢祸害人家姑娘，看我不打断你的腿。不过手机还是得买，要不然你去上大学了，3天2头没个消息，鬼知道你在做什么。不是还没去大学吗？手机我会自己去买的，您就不用操心了。好歹自己是个重生者，在别人书里早就开上豪车买上别墅了，自己却还在花父母的钱，有点丢人啊。何一梅还想说北周2句，可是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去接吧，多半是江洛汉打的。这孩子还不错，有时间的话约到家里来玩。你和老白平日里又不在家，真要我把他带到家里来玩啊？你好，哪位？北周，你下午去哪儿了？下午啊，游戏厅玩啊。听到是在游戏厅的时候，江洛汉松了一口气。既然去游戏厅的话，那就肯定不是和苏婉一起的。下午有人跟江洛涵说看到北周和苏婉一起走了，他开始还不信，在他的印象中，这2人八竿子打不着。你家不是有电脑吗？为什么还去游戏厅呀？那种地方太乱了，以后最好别再去了。谢谢提醒。你还有什么事吗？没有的话，我先挂喽。北周的冷淡让江洛汉措手不及。以前的他和自己打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沉默了半晌后，江洛汉悠悠地问道：北周，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吗？以前是我不懂事，骚扰到你了，抱歉。北周说完后半天都没等到江洛汉再说话，也就不等了。最后在挂断电话的时候，似乎听到了江洛汉的抽泣声。大概是听错了吧，他怎么可能会哭呢？妈，老白到底在忙活啥呀？这么晚还不回来，你就不担心啊？你舅舅遇到点事，找你爸帮忙处理，可能要晚点回来。舅舅怎么了？没啥大事，你爸在帮忙解决呢。切，00年的时候，舅舅开了一家制衣厂，生意一直不错，短短几年时间赚得盆满钵满，制衣厂也扩大了1倍不止。按照行情来说，应该越来越好才对。可就是在04年，在我被拘留所期间，发生了一些意外，直接导致了他的破产。从出事到破产，还有一段时间，明天去问还来得及。江洛汉看着 QQ 聊天群的消息，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仔细想想，高中3年，他确信北周喜欢的是自己，和其他女生的关系很纯粹。江洛汉皱着眉头，还是给苏婉打了个电话。小婉，今天下午你去哪儿了？我想跟你去图书馆，可是出了饭店就没看到你人了。游戏厅真的很好玩。江洛汉的心突然刺痛了一下。和北周一起的。琳琳娜。江洛汉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拒绝了，就真的不可能了吗？不过自己好像把他弄丢了，不行，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北周自然不知道江洛汉的想法，此时的他早就呼呼大睡了。第二天清晨，北周走出房门，小周醒了呀。舅舅，你怎么不到房间里面去睡啊？我说在看会资料呢，没想到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哟，怎么都10点了？不行，我得再去一趟厂里。老舅，你休息一会再走吧。没事，待会你爸爸醒了之后跟他说一声，我先走了，这段时间太麻烦他了。何聪说完就出门了，可能是因为没睡醒，头脑比较昏，茶几上的文件都忘了带走。看着茶几上的档案袋，他丝毫不避讳，直接拆开。北周看着文件上的资料，眉头逐渐紧锁，花了半个小时时间才把所有内容看完。看完后，他也终于明白老舅为什么苦着一张脸了。按照文件上面的情况来看，老舅真的已经到绝路了。现在资金链断裂，100多万的窟窿，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倾注了他所有心血的制衣厂就算彻底完蛋了。资料你看了，说说你的想法。老舅明显是被人下套了，那下套的人为的是什么？我也有点想不通，难道是同行恶意竞争？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是对手做的，不过有一点值得留意一下。什么？国外有个运动服装品牌只因打算在我们市找个代理工厂，考察的时候去过你舅舅那里，有合作意向。只因呀，在04年的时候，这个牌子还是挺火的，可是后来跟不上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加上转型失败，最后没落了。所以你怀疑是有人故意想让老舅资金链断裂，然后收购服装厂，这样少了个竞标对手，又提高了自己的竞争力。这是最大的可能。只有行内人才能轻松地处理掉前面那几批次的订单。商场如战场，在利益面前，所有人都是不择手段。老白，你说是不是只要解决了这批库存，回笼足够的资金，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是啊，不过哪有那么容易？没想到啊，重生回来后还没享受到安逸休闲的日子，就又要回归商场的尔虞我诈了。给老舅打电话，就说我可以帮他回笼资金。舅舅的工厂遭同行暗算，破产危机在即，我用前世的记忆帮舅舅解围。小周真的有办法吗？1周时间筹够100万啊？不就是100万吗？你仓库里不是还堆着6万多件衣服，卖了不就有了？小周啊，舅舅我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你爸爸说你有办法，你就肯定有办法，就别在这埋汰舅舅了。要是6万件衣服这么好出，我也就没有这么焦虑了。舅舅，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就把那6万件衣服交给我处理，我尽量在1周内筹够100万。你让北周给你讲讲他的想法，如果你觉得可行的话，那就让他试试吧。如果觉得不行，那就再想其他办法。你觉得6万件出不完的原因是把它看成了一个整体，的确很难有人一次性下这么多订单。如果将6万件拆分开零售呢？零售量太小，6万件不知道的卖到什么时候了。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当然费劲，如果几百、上千人呢？那也没有那么大的市场啊。我为什么要市场？我又不去市场上卖，指望靠市场1周内回笼100万基本上不可能。什么意思？地摊经济听说过吧？就是摆地摊。很多人都想做生意赚钱，但是或多或少因为担忧亏损问题不敢去做。我们要做的就是消除担忧。摆地摊的人唯一担忧的就是进的货能不能卖出去。我们如果给他们说卖不出去我们会原价甚至更高的价格回收的话，他们会是什么反应？让那些想做服装生意的人在我们这拿货，我们给他提供经营保障。举个例子，有人找我们拿了100件衣服，半个月没卖出去，那这100件衣服我们就原价回收。如果他卖了50件，那剩下的50件我们每件加价5元做回收，剩的越少，我们的回收价就越高，就当个短期理财产品。你说人家愿不愿意找我们拿货？那如果都卖不出去，我们也不赚钱啊。就算他1件都卖不出去，那他在我们这拿货的钱，是不是得让我们保管半个月？这笔钱在半个月里面赚的钱，是不是都是属于我吗？所以你从最开始就没打算把这些库存卖出去，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迅速回笼资金。对，可这也是权宜之计啊。半个月后要是都来退货了，我们又没钱给怎么办？如果所有人都把在银行的存款取出来的话，那银行的现金肯定不够。但是银行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不停的有人在往里面存钱，取钱的人取出来的也不过是前面的人存进去的。就特殊时期可以用特殊办法。现在最主要的是就是哪里去找那么多人来我们这里进货。我现在想到的是可以优先考虑在工厂的工人和在校的大学生之间做推广。工人家境不怎么好，肯定想多赚钱，大学生则是时间多，又有理想抱负，行动力强。这2类人群有个共同点，就是担心亏本。我们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的积极性肯定会很高的。小周，我觉得可以试试，具体怎么操作你来决定。只要这次能够渡过难关，老舅一定给你送份大礼，就算失败了也没事，就当是给你练手了。舅舅看好你。失败的可能性不大，退1万步说，就算这次失败了，
以后也有的是机会赚钱。我听你妈说你想创业。对呀，总不能一直用你们的钱吧？既然想，那就去做吧。我别的给不了你，就送你2个字：加油。这就完了？你不该给点物质上的支持？算了，不过也确实该好好规划一下了。04年啊，虽说黄金遍地，但也处处藏着危机，就像老旧的制衣厂一样，各种明争暗斗太多了。从哪里去拉人呢？北周突然想到了高中班级群，在一阵忽悠下，摇来了几个人。就在这时，江洛汉突然打来电话：“你打算去哪儿摆摊？我过来和你一起。”你凑什么热闹？你又不缺钱，就算要实践也去你爸爸的公司轮岗啊，那么大的家业等着你接手呢。我不管吗？你现在在哪儿？我过来找你商量商量怎么做。北周想了想，不管江洛汉出于什么目的，他参与进来肯定是件好事。倒是忽悠一下，万一这丫头热血上头，10多他老爸帮他注册一家服装品牌呢，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在家，你过来吧。制衣厂破产风波在即，看我如何在7天内回笼100万资金。也就是说，从今天算起，在接下来7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回笼100万的资金是吧？7天100万，每天就得有15万的样子才行。北周，你打算怎么做？如果光是靠同学，那肯定不行，毕竟大家还都只是学生。也没其他办法，只有联系中介宣传推广，拉人脉。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你说。江洛汉的眼中泛着亮光，打开手机，在自己 QQ 空间飞快的打字，标题很醒目，助力每个有梦想的人实现财务自由。简单的介绍了业务后，在末尾还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这时北周大概也明白了江洛汉的想法，一定是穿越的时候被烧糊涂了。新媒体宣传啊，亏得自己前世就是靠做新媒体发家的。江洛汉发了说说后并没有结束，而是点开了自己的 QQ 群列表，挨着发信息。朋友们，我空间第1条说说可以了解一下，帮忙转发后可以找我领取1Q币的奖励。做完这一切后，江洛汉这才转过头看向北周，这一转身差点就来个亲密接触。不过有一说一，江洛汉是真的好看呀。你觉得这样可行吗？肯定行。很快就有人私信他了，大部分消息都是在说已经转发了来要 Q 币的，还有一些则是借机给他发消息套近乎。一连半个小时，他的手就没停过。终于得到短暂的休息时间后，他转头看向了北周。我想喝水。安排。别说喝水，现在你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我都得想办法给你摘下来。你休息一会吧，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我找了几个同学来帮忙做这事，也不要用你的 QQ 推送消息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对了，北周，你是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的？北周自然不会说是根据后世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只能随口敷衍一句，只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罢了。江洛汉还想继续聊天，可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你好，哪位？你好，我是在空间看到了您的宣传，如果进的货卖不出去，真的可以退回吗？可以呀，这点你不需要有顾虑，我们有自己的制衣厂，会和你签正式的合同的。那太好了，请问下现在能够拿货吗？当然，待会我把地址发给你，你直接过来找我就行。不行，北周，我忙不过来了。所以干嘛留自己的电话呢？我哪知道会有这么多人打电话吗？快想想办法帮我，不然我工资还没拿到呢，就猝死了。你在设置里面开个来电转接，所有陌生号码都转到这个座机号码上，我让我舅舅转接。这个电话不适合私用了，你看哪天有空重新去选个号码。过几天吧，我先跟我家里人说一声，换了号码之后就把这个号码充公。你说怎么感谢我？北周开始以为江洛汉只是一时兴起，让他过来最大的目的也只是想忽悠他，确实没想到他真的实打实的在做事啊。无以为报啊，要不以身相许？嘿，那岂不是便宜你了？那就没办法了，还是下辈子再报吧。混蛋，不可以！小莫吃水果了。正值青春期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老白的心都是悬吊吊的。老白，刚刚江洛汉接了几个订单，现在我们要去老旧的制衣厂，就不吃了。你再休息一会吧，看你脸白的，就像是受了什么惊吓一样。早去早回。下了楼，北周想到小区外面去打车，可是被江洛汉给叫住了。我开车过来的。同样是18岁，我还在为生活发愁，有的人却是开上了豪车。果然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比人与狗之间的差距还大。你在嘀咕些什么呢？帮忙问问江叔叔，我能叫他爸爸吗？不用你这样的豪车，给我个2手桑塔纳开开就行。要是觉得我姓氏不对，回头我就跟老白商量一下，我去改姓。你说什么呢？快走了！你什么时候拿的驾照啊？就前2个月啊，最后1学期为了备战高考，我妈妈就停了我的钢琴舞蹈课，我也就多出了很多时间，就抽空去把驾照考了。是我多嘴了，人与人啊，不能一概而论。江洛汉从小就高架上着各种兴趣，
琴棋书画几乎是样样精通，举止得体，端庄大方，也难怪当初喜欢了那么多年。你怎么不说话了？累了。04年汉江市的街上还没有太多车辆，一路畅通无阻，20来分钟时间就到了制衣厂。何聪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看到奥迪车开过来的时候，还以为只是路过的，没有太过关注。当看到北周从上面走下来后，人都傻了。我去，这车自己都舍不得买啊！老舅，怎么了？没事，这卫士。叔叔你好，我是北周的同学江洛汉，你也可以叫我洛汉或者小江都行。你好，小江。行了，老舅，带我们去你的库房看看吧。对，这边走。这位是厂里的财务，以后财务方面的事跟他对接就行。张姐，这几天小周会负责处理掉那些库存，财务上面要给予最大的支持，他需要什么都必须提供。好的，何总。这位是商务部的徐正，我的老搭档，库房归他管。所有进出货物招呼他一声就行。小周，你小时候来厂里玩的时候我们见过的，没想到都长这么大了。徐叔叔好，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没事，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位是刘丽，你可以叫刘姐，之前是我们的接待处负责人，这次特意找过来按照你的要求组建营销部的。刘丽的年龄是何聪带过来的这群人里面最小的，20多岁，样貌出众。你好，小周，以后请多指教。指教不敢当，相互学习嘛。公司还有一些职能部门负责人我没叫过来，目前需要接触的就他们几位，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全力配合你工作。小周，舅舅是没什么办法了，你也不要有压力，尽人力听天命，不管结果如何，舅舅都感谢你。老舅，你放心，我没压力，毕竟就算亏的也不是我的钱。你就没想过好好谈一场从校服到婚纱的恋爱？以前想过，可后来才发现那只是一场梦罢了。何总，有客人到了。小周，我先过去一趟，你先在这看看吧。对了，小周总，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宣传的？真厉害！开始我也在苦恼怎么办，是他想出来的办法，通过 QQ 空间去做宣传。洛汉，你真聪明。我也只是突发奇想而已，只是没想到真的有用。在几人闲聊的时候，徐正带着第一批经销商来了。哇，只要50件，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啊，要拿多少货你自己定就行。半个月后要是没卖出去或者不想做这个生意，提前1天跟我们联系，直接来退就行。徐正说到这里，有意无意的看了看北周，他就是做市场营销出身的，在看到这种销售模式后，简直惊为天人。这次一旦成功，利好的不仅是这一场，还有整个汉江市的创业环境。真的这样的话，给我来100件。每件的价格是30元，虽然3000块钱对制衣厂目前的窟窿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这只是开始啊。小周总，何总说了，现在开始，所有的资金全部存入一个新的账户，那个账户只有您签字后才能动用，这是账户密钥，您收好。北周也不客气，接过密钥后随手揣进了兜里。这时徐正又带着人进来了，在看到订单上确定又15天后可退回的字样后，他一口气订了200件。小周总，你有几位同学到了？这么快？哟，这不是我们刘班长吗？你不去做家教，跑这来干啥？你是怎么哄骗洛汉帮你发宣传的？哄骗？他就在这，你带回去问他呗。刚想说话，就看见江洛汉小跑着冲了过来。北周，咦，你们也在呢？洛汉，你在这做什么呀？我跟着过来玩的。你们是来拿衣服的吗？那真是太好了，我也打算拿一些去摆地摊。你们打算去哪？我们分开，免得在一起抢生意。见他们越聊越开心，北周看不下去了，连忙打断了他们。行了，先去库房吧。小丽姐，你带他们先去，我有事跟北周说。刘强在一旁看着江洛汉几次想要开口，最终都咽了下去。北周特意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未来的路还很长，加油！毕竟是自己未来公司的部门主管，可不能就这样失去了锐气啊！我还是喜欢你以前桀骜不驯的样子。滚蛋！刘强走后，江洛汉才凑了上来。他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呀，可能是失恋了吧。对了，找我什么事？刚刚我一个堂哥给我打电话，说是看到了我的说说，对这个项目很有兴趣，也想参与进来。不过他人在省城，就在问能不能发快递过去。还是小看了他的影响力啊，居然这么快就出汉江市了。当然呢，而且我们可以出全部的运费。不过我堂哥想以代理的方式进来，他负责省城市场的开拓，我们来提供货物，每件对客单价不变，他要我们手上5块的利润，你觉得可以吗？北周的内心无比激动，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当前最难的就是开发市场，自己连汉江市都没走出去，就有人想着帮忙去开发省城的市场了，这无疑是天大的惊喜。
不行吗？我也觉得5块的让利太多了，我再跟他聊聊，再降一点。你这个堂哥是做什么的？他在读大学，明年毕业，现在在创业，好像是在做什么网购，我也不太清楚。经过江洛汉这么一提醒，北周才想起来，电商平台这几年好像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没事，跟你堂哥说可以，不过他得保证我们在市场的占有量，不然省城的代理我们是不会轻易交出去的。毕竟再有几个月，我应该就会去那里读书了。没问题。对了，你真的打算报考财经类院校吗？和老叔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是听到了苏婉和北周对话，现在只有2人在，也就想确认一下。财经院校对创业者的各项扶持力度不是其他学校能比的，更何况学金融的美女多。到了大学，我也想好好谈几场恋爱啊。你就想着谈恋爱？那不然呢？我创业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赚钱享受生活呀？谈恋爱就是享受啊！有钱后找几个温柔乖巧，对我言听计从，又能照顾人的女朋友多好。真有那样的人，也只是图你的钱。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那样就更好了，不图我的钱，那我还真不知道给他们什么好了。北周，你就是个混蛋。是的，对此我从来没否认过。你就没想过好好谈一场从校服到婚纱的恋爱？江洛汉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个，只是说完后才发现自己居然有点期待北周的回答。以前想过，可后来才发现那只是一场梦罢了。今天还不错，卖了50多件了。待会我们收摊后去吃烧烤吧。能不能提前收摊啊？不行，我还没玩够。不收摊似乎也不行了。怎么了？是你们摆的，谁让你们在这摆摊的？北周，我也想去试着摆摊，一定很好玩。不去，这种天气就适合回去吹空调。你不去我就一直缠着你，烦着你。你喜欢就行，反正我就是不去。哎呀，你就和我一起去嘛，好不好吗？不去，不去。北周，今天只要你答应和我一起去摆摊，我就答应你一个要求，只要不太过分都行。女人，我的要求你满足不了，乖，让开，我们不同路。就不，你就答应我一次嘛，好不好？只要你答应我，我给你当一个暑假的司机，你想去哪儿跟我说，我立马到。这次北周心动了，现在买车不在自己的经济承受范围，而且还没考驾照呢。如果有个自带奥迪的司机，那简直太棒了。江洛汉也注意到了他表情的变化，知道他松动了。你想想，以后肯定会经常往返制衣厂和家里的，没有车多不方便呀。其实他心里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自己给他当司机，相处时间变长了不说，还可以随时掌握他的动向。我是那种爱占便宜的人吗？我只是单纯的想去摆摊体验生活而已。走，仓库拿货。哦耶，走吧。说着，可能他自己都没注意到，居然拉着北周的手腕就小跑着朝铺房走去。这一幕被刚进办公室的何聪看在眼里，笑的眼睛都眯起来了。你这小子！北周，你说我们去哪儿摆？情侣街。去那里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点小活动呀？比如说买情侣装送玫瑰之类的。有的人真就是上天赏饭吃，就拿做生意来说吧，真就有无师自通的，可以。但是我们去哪儿拿花呢？我可没钱。我有个表姐就是做鲜花配送的，等会我问问她。走吧，先来100件试水。算了，成本算我的，如果卖出去了，利润平分。这是我自己的生意，你只是陪我打工的，要分清。见江洛汉坚持，北周识相的闭嘴了。反正这个小富婆有钱，嘿嘿。江洛还没说尽，一会就到了目的地。你觉得哪个位置合适啊？按理说这种人多的地方摆摊的应该很多才是，怎么一个都没看见？这里到底能不能摆摊啊？那边吧，看着人挺多的，管他呢，大不了到时自己撒腿就跑。江洛汉腿短，跑不快，被抓的是他。决定好后就开始搬东西了，花了半个小时时间把摊子摆好了。北周，接下来怎么做啊？开始吼吗？江洛汉还是第一次摆摊做生意，能坚持到现在，靠的全是热情。可是开着人来人往的大街，他还是有点惶恐，一时间不知道从何下手了。你去隔壁文具店买个板子和荧光笔，上面写卖衣服送玫瑰，全场30元起，那个起字写小一点。啊，哦，这样吗？可以的。在江洛汉做这些的时候，北周也没闲着，开始吆喝起来。随便挑，随便选，衣服清仓大甩卖，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现在买还送玫瑰花。经过一阵吆喝，还真有不少人围了过来左右挑选。情侣街都是年轻人，而这里的衣服也都是很时尚的款式，刚好符合他们的审美。这件衣服怎么卖？30元吗？这件80元。说着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都在颤抖。价格是北周定的，他都觉得有点飞心。成本20元的衣服居然敢喊价80啊，便宜一点吧，要不30？你们写的30呀？啊！江洛汉不知道怎么回答，北周则是笑着开口道：“美女，这衣服要是30块，你敢穿吗？30块的是那边的，
面料差，款式旧。虽然你就算穿那种也很好看，但是和你的风格还是不符合。我从一个男人的角度看来，你穿这件衣服特别好看，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客人，我看你也很有眼缘。要不这样吧，给你8折，64块钱你拿走。虽然知道北周只是想让自己买衣服，但是在他的花言巧语下，那个女孩还是心动了。您是明眼人，肯定感觉得出来这衣服的做工和用料都是品牌货，只要贴上标签，放进专卖店，那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今天你买的话，我们还送你1支玫瑰呢。那行吧。在北周的一阵说辞下，那人还是掏钱了。你男朋友太会说了，以后可得小心点，这种人肯定一堆烂桃花啊。好的，谢谢提醒。摆地摊做生意有种现象叫做聚集效应，如果很多人聚集在内看的话，那路过的人就算不感兴趣也会去凑热闹的。北周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吆喝的时候也很社牛的跟路人打招呼。2.5个小时后，今天还不错，卖了50多件了，待会我们收摊后去吃烧烤吧。能不能提前收摊啊？不行，我还没玩够。不收摊似乎也不行了。怎么了？是你们摆的，谁让你们在这摆摊的？行了，要不然我问问他还有没有姑姑小姨之类的单着，我把你介绍过去。真的吗？假的。还是外甥呢，一点都不为舅舅考虑。是你们摆的，谁让你们在这摆摊的？这里不允许摆摊，罚款1000。江洛汉何曾见过这种场面，一时间被吓住了，不敢说话。这次只是交钱，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按照北周本来的打算是先跑为快的，可是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迈不动脚。理智告诉北周，对面人多势众，不宜起冲突。你以为自己是警察呀？有执法权和罚款权吗？没人叫你好好说话，有人生没人养，特么的非要来找存在感。小子，想在女人面前露脸也得掂量自己几斤几两。你到处问问，这情侣街是谁说了算？开始交1000就可以走了。现在嘛，还是把你家大人叫过来领人吧。小兄弟，赶紧给你家里人打个电话吧，大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成哥，情侣街的保安队长，这一片治安都是他负责的。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成哥一脸得意，仗着自己有大老板撑腰，这几年他作威作福惯了，自然不把白墨看在眼里。北周，要不然给他们钱吧。娇生惯养的他一直被家里人保护着，接触过的最大的流氓可能就是北周了。不可能，打劫打到自己身上来了。你先跑到车上去报警，待会我激怒他们，让他们先动手。我看了，这里有天网摄像头，只要他们动手了，剩下的事交给老白就行了。你保护好自己，放心吧，今天算是遇贵人了。我给你们钱还不行吗？现在不是钱的事了，想走也简单，你留下来陪我们喝杯酒。怎么就没忍住呀？妈的，敢打我，给我打！你跑啊！明明刚刚还一脸惊恐的江洛汉，此时却是冷静了下来。你们怎么不上啊？上什么上？你嫌不嫌丢人？徐总您怎么来了？这种小事我来处理就行。你处理个屁！我让你给我买几朵玫瑰，你就是这么来买的。洛汉，对不起，这事吓着你了。徐叔叔跟你道个歉，是我管理不严疏忽了，过来跟洛汉道歉。刚刚说了不该说的话，自己掌嘴。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够了，徐叔叔，你自己处理就行，我先走了。还是谢谢你及时赶到。经过这么一闹，江洛汉哪还有心思继续待下去？呆子，收拾东西回去了。啊，整条街都是你爸的项目，刚刚那个徐总是这一片的负责人，你怎么不早说？我开始也被吓着了呀，而且我哪见过那种人吗？刚刚你挡在我面前的样子真帅。您别误会，我只是被吓得走不动路，跟你没什么关系。我信你个鬼！如果真是害怕，那你也不会在成哥侮辱自己的时候挺身而出，直接给他一巴掌了。北周，以后遇到这种事不能再这么冲动了，对方人多势众，不能逞强的，大不了秋后算账。你放心，下次我肯定跑得比你快。对了，今天生意还不错，明天我们继续吧。明天再说。你就不能多陪陪我吗？你又不是我女朋友，为什么陪你？你又不问我，我怎么当你女朋友？担心江洛汉继续灵魂拷问，北周直接指了指一个红绿灯口。把我放在那就行。我想起来了，要给老白买点东西回去。我和你一起。不用了，买男性私人物品，你一个女生跟着不方便。走了，拜拜，下次见。这里离制衣厂不远，北周索性就走过去了。进了舅舅的办公室，老舅正在看文件。小周回来了。对了，我按照你说的安排下去了。从下个批次开始，我们制作的衣服会以运动装为主，所有的衣服上都加上图标。你说的那几位运动员，我都托关系让人去联系了。你就这么肯定他们能在这次奥运会当中大放异彩？还有加图标，并且在没有实体店的情况下成立自己的品牌，真的有必要吗？我们现在用的模式一旦成功了，就会引起很多的模仿者。毕竟相较于创新，模仿的成本低，风险性小。
一旦模仿的人多了，哪怕我们是创始者，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保证不被淘汰掉。只有成立自己的品牌，先一步把名声打出去，后面就算有模仿者，那也会被认为是冒牌货。而图标就是大家对于一个品牌最直观的印象。服装上可以没有品牌名字，但是不能没有图标。今年是奥运年，4年后我们也将是东道主。这种运动风会流行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永远不会过时。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线下店，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有。给你的那几位运动员的名单都是我研究了很久的，综合他们最近的表现来看，很有机会在奥运会上大放光彩，而且都是110米栏、乒乓球、跳水这种曝光率不高的小众项目。现在的广告代言费不高，一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会在国内疯狂曝光的存在。其实就目前而言，最好的代言人是大姚的，但是我们请不起啊。对了，小周，老实跟舅舅说，洛涵是不是你女朋友？你放心，我不像你妈那么死板，18岁了，谈恋爱也正常。你说是就是吧？还真是啊。我说不是，你信吗？不信。小周啊，老舅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你点建议，这孩子一看就知道家境不错，光那辆车就是很多人奋斗几10年也买不起的。舅舅不是现实，但事实就是如此。找一个有钱人当老婆，以后的生活会好过很多。关键是人小江还长得漂亮，性格又好。行了，要不然我问问他还有没有姑姑小姨之类的单着，我把你介绍过去。真的吗？假的。何聪今年30了，一直没有结婚，别人问起他就说没有合适的。还是外甥呢，一点都不为舅舅考虑。你是认真的？那不然呢？老板，什么时候出发？走吧，正好去看看昨天的经营数据。回来了。吃东西没有？开始想的是卖完衣服和江洛汉一起吃烧烤，可是他在车上的话太吓人了，吓得饭都忘了吃。吃了。刚想骗一骗何一梅，可是肚子却不争气的咕咕叫了2声。行了，我去给你煮面。刚刚江洛汉打电话过来，特意说了你没吃晚饭，你坐一会吧。刚刚江洛汉的父亲也给我打电话了，特意过来道谢，还说抽空2家人聚聚，你觉得呢？人家一个大老板那么忙，咱就不去添麻烦了，让人知道了还以为我们攀高枝呢。我不知道江洛汉和你是什么关系，也不想问太多。从心底里来说，我是不想你这么早谈恋爱的。但是如果真的喜欢，我也不会反对。如果不喜欢，那就趁早跟人姑娘说清楚。江洛汉这么频繁地给北周打电话，作为过来人的何一梅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姑娘的心思？你说的也对，我们现在不是和同人家里聚会，毕竟没有合适的身份。老妈高见。你们老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情况不是太好。侯老师给他开了药，需要静养，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去看看他。对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姥姥家，爷爷奶奶也要去看。算你还有良心，想得起他们来。其实也没有，主要是我都要上大学了，老人家怎也得给点红包吧。那些姑姑婆婆我们也去走一走。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气大生身，我劝你冷静。冷静？你过来，你过来我就冷静。那你还是别冷静了吧，我先回屋睡了。老白，劳您动动帮忙洗个碗，感激不尽。北周说着，一个箭头冲进了自己的房间。这兔崽子越来越滑溜了。所以啊，抓得住的时候不抓，现在抓不住了吧？谁知道时间过得这么快呀？你看看他小时候多听话可爱，这孩子想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了，只是不想明说才找的借口。过几天我们带他去看看老人家吧。还有，你跟江哲打个电话说一下，聚会就不用了。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们请他们吃饭吧。小周可能不知道江哲在想啥，你还能不知道？我们两家本来就不是一路人，所谓聚会多半是提点我们一下，让我们看清差距，不要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知道了。北周坐在电脑前，打开 QQ， 班群里全都是在聊卖衣服的事。北周突然想起了什么，懊恼了一声：妈的，今晚生意这么好，怎么忘了找江洛汉分钱呢？气呀！北周越想越难受，点开了和江洛汉的聊天框后，突然想到了江洛汉在车上的话，打个寒战后还是忍了下来。别看江洛汉现在一副撒娇式的小女儿心态，但是在他的心底里有股与生俱来的骄傲。这种人适合当女神，暂时不太适合当女朋友，除非有资本能够彻底拿捏住她。此刻的他正躺在床上数钱呢，一边数着，还一边自言自语的嘀咕着：1680，一部手机4500，还差一点，再去摆几天就差不多能帮他买一部手机了。有了电话，就可以随时联系上了。江洛汉也想过自己贴钱给北周买手机，但是想到他的性子，还是放弃了。就高中期间而言，北周的自尊心很强，自己如果真的那么做的话，会让他觉得那是一种施舍。
还是两人一起赚钱去帮他买部手机吧。可这混蛋明显不想再去了呀，怎么把他骗出来呢？北周上线一会后，就听到一阵滴滴声，点开才看到是苏婉发的消息。白老板生意可还好？还将就。按照这种速度下去，应该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汉江市的首富。那就祝你好运。我家里有一些电视台和报社的资源，要是有需要可以跟我提。苏婉和江洛汉性格不同，江洛汉是一向强势惯了，只要自己认为对的，那说做就做，丝毫不会拖泥带水。而苏婉则是会征询下当事人的意见。目前不需要，以后有需要的话我跟你说，万分感谢。提前联系。说完后，他的头像就变灰了。清晨一大早，北周就被敲门声吵醒了。老白，你去上你的班啊，找我干啥？人家江洛汉都来了，你还睡？北周连忙瞅了瞅客厅，见江洛汉真俏生生地坐在沙发上，甜甜地笑着看向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啊，我都不去打扰你了，怎么你倒是找上门来了？快去洗漱。有事。我来接你去制衣厂啊，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你当司机。老白在一旁看着今天刚送过来的报纸，时不时地瞥一瞥两人，心里也是泛起了迷糊。他知道自己这个儿子高中3年一直对这个姑娘有好感，为了这事还被老叔叫去谈话过。只是就目前两人的态度来看，这和之前自己听说的有点不一样啊。到底是谁对谁有好感？你是认真的？那不然呢？老板，什么时候出发？北周瞅了瞅老白，感受到他的不自在了。走吧，正好去看看昨天的经营数据。老子都说的这么感人了，你就没什么表示？衣服给我算便宜点，就当做善事了。你是想着我低价给你，你再低价卖给那些孩子吧？早上想吃啥？你吃了吗？家里有专门做早点的阿姨，我吃了才过来的。怎么了？没事，直接去制衣厂吧，吃不下了。前世的自己都没有豪横到专门有做饭的阿姨啊。江洛汉没再说话了，而是在一路边停了下来，也不问北周，直接走到了旁边早餐店，买了2个包子1袋豆浆。不吃早饭伤胃，还是吃一点，先吃吧，试试味道咋样。要是不好吃跟我说，明早我从家里给你带。你对我这么好，不会是想独享我的爱吧？话多，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白总，你来了。徐叔，昨天的数据出来了吧？这是详细数据，您看看。白总，您可真是我们厂的大福星。从昨天下午1点过第一单开始，到晚上11点最后一单，一共出了17单，582件，累计收入17460元。这个数据已经很不错了。这只是昨天的数据，很多人才知道我们的模式。打了电话过来确认后，没时间赶过来。今天肯定会爆单的，而且按照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过来进货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您说，我们有没有必要设置门槛，把小单交给代理，我们只负责大单客户？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一下，等这批货全部处理完了，我们就不用这种模式了。这种模式火起来后，很快就会被跟风，我们成本高，比不过人家，得转型才行。具体方案我和老舅说过了，只是暂时不方便透露给大家，你们放心吧，以后厂里只会越来越好的。说到这，北周迟疑了一会后才下定决心似的，对着众人说道：等到转型成功，大家都是厂里的元勋了，到时我会给你们一部分分红股，每年把公司的一部分利润分给大家，只要公司赚到钱，那大家肯定也会跟着赚钱的。真的吗？那正是太好了，白总英明。徐正带着的这批人都是厂里的中高层领导，今天就是为了过来和北周见面的。开始看到北周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的时候，还对着他有些轻视，可听到分红后，眼睛都亮了。大家加油，好好干！现在市场上到处都是机遇，不愁赚不到钱。空头支票最为致命，短短几句话就带动了一大堆人的热情。你要转型了吗？那答应我堂哥的事呢？你放心吧，另有安排。只要你堂哥不傻，就等着躺着赚钱吧。江洛汉不知道怎么回事，对于北周有种莫名其妙的信任。北周今天有什么打算？留在厂里还是？北周今天来厂里只是想看看数据分析而已，看到后就没什么事了，所以北周就成了最闲的那个人。要不然去摆摊？算了，太热。我爸昨晚给了我一个建议，说我们可以去中心商业广场里面摆。我给不起场地租金。没事，不收钱，那地我熟。北周一愣，他知道江浙的产业很大，但还是低估了。不管是昨晚的情侣街还是中心商业广场，都是市里标志性的商业集中地，在房价还没有高涨的04年，都已经属于寸土寸金的地盘了。江浙为他打下的这份江山太大了。看什么呢？我脸花了吗？没有，就是觉得你太会投胎了。哼，就算我爸爸没钱，我也不嫌弃啊。这个答案北周不可置否，就像他从来没嫌弃过老白穷一样。一连3天，北周都跟着江洛汉在商场里面摆摊，因为占据的位置是人流量最大的黄金位置。这几天的生意很不错，一向慷慨大方的江洛汉这几天特别小家子气，没有丝毫跟北周分账的想法。北周躺在椅子上悠闲的吹空调，
有客人过来也是江洛汉在接待。北周，我天天晒太阳，累死累活的，你他妈居然在这享受，还让洛汉一个人吗？你就不能做个人吗？哟，这谁呀？眼前站着一个黑球，就像是刚从煤炭矿里面出来的一样。哦，这是班长啊，你刚从非洲回来。操，你这是怎么了？拿货，给我算便宜点，质量不能差。你在做梦呢？31件还不便宜？北周，这个天气能把皮衣都晒掉，你能想象一群比我们还小几岁的孩子顶着大太阳在地里割麦子吗？我特么就是贱，开始想着乡镇上那些卖衣服的质量差、款式差，就坐班车去了比较偏远的乡镇卖，是好卖，款式新颖好看，比他们穿的好太多了。2天我就卖了70多件，开始我还洋洋得意，可是就在昨天，一个10岁不到的小姑娘拿着几张皱巴巴的钱来找我，说那是她所有的钱了，想给姐姐买件新衣服的时候，我破防了。那时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镇上除了小孩就是老年人，问过才知道年轻一代都外出打工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几天。北周没有打断刘强，如果只是前面说的这样，不至于让一个锋芒毕露的大好青年露出这种愁苦的表情。那些留守的孩子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买衣服，这次我去卖衣服倒是成了一种罪。他们钱不多，有老人心疼我，给他们买了，但是也有的老人觉得现在买衣服浪费，就不让。少不更事的年龄本就调皮，一些娃就去家里偷钱来买，被发现后倒是没人来找我退钱，就是对着娃一阵打。我知道后想着把钱退回去，在路上就看到了那些的麦地里割麦子的小孩，很多男孩子衣服都没穿，顶着火辣辣的太阳任由麦子割在身上。我问过后才知道，他们是担心割麦子的时候弄破衣服，破了后会补疤的，就不好看了。老子都说的这么感人了，你就没什么表示？衣服给我算便宜点，就当做善事了。你是想着我低价给你，你再低价卖给那些孩子吧？投这笔钱可以，甚至可以翻倍，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您说？和洛汉保持点距离，在大学毕业前最好不要再有联系。你是想着我低价给你，你再低价卖给那些孩子吧？那不然呢？傻逼，你有高见，要是没有，就算洛汉拦着，我也要揍你。你现在把价格降低了，那之前在你这买衣服的人会怎么想？尤其是那些偷家里人钱来买的。要不然给他们退钱是个办法，但不好，别怪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这么做的话，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怎么说？不管哪里都有坏人，你这么做肯定会有人拿着旧衣服来找你退钱的。你是退还是不退？你退就是明摆着被人坑，你不退人家就会吵吵嚷嚷，说不定会直接动手。不会吧？真的有这种人？刘强从小在温室长大，没见过人心险恶，可北周实打实的见过呀。无耻2个字真的没有下限。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还是算了，说说你的办法吧。留守儿童是个社会性问题，在乡村很普遍，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我们就算要帮也帮不过来。不过嘛，不过什么？北周，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爸爸说他现在就有空，我们过去吧。北周一直想去见江哲，目的很纯粹，为了拉投资。在他目前知道的人当中，江哲是最有钱的一个，而且有江洛汉牵线搭桥，不去白不去。明明去我家就行啊，为什么非得去办公室呢？我妈说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不要随便去女孩子家。真不要脸！我听洛汉说你是想要一笔投资。知道江叔叔您很忙，我也不耽误您过多的时间，10分钟就够了。这是企划书，您看一下。开始吧。我们已经成立了自己的运动服装品牌，制衣厂正在转型，从下个批次开始全面生产运动服装，将来的市场很大。北周一连说了几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析市场，江哲都在认真的听着，到后面还是没忍住打断了他。还有4分钟，你只说了市场，你们的优势呢？过几个月就是奥运会了，我选了几个目前曝光率不高，但前景很不错的运动员做代言。以小博大，可以试试。再加上你在企划上说的轰炸式广告，确实可行。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还不够啊。是的，在今天之前，我也在想还有什么办法，直到遇到了一个同学来找我。江叔叔，我知道你每年都在做慈善，只是没被大肆报道而已。我的一切都来自社会，只是回馈一下而已，跟这有关系？当然有。开始我一直在想广告词，想了很多都否定了，今天才想到最好的广告就是慈善。我们成立专卖店后，重点宣传的不是质量和款式，而是每卖一件衣服就给山区孩子捐1件。一旦成功宣传出去，很多明星和运动员为了立人设也会跟我们合作。洛汉，我茶叶没了，你去帮我拿1盒过来。嗯。小周，
你和洛汉现在是什么关系？你想我们是什么关系？以前我从没干预过洛汉的生活，因为从小我就给足了他各种仪式感和惊喜感，把他的眼光培养得很高很高。为了就是不让他那么轻易的被人感动到动感情，就算你今天不来找我，我也打算约你一起吃个饭。在见你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可是见到后才发现你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老练，不是成熟，是老练。谢谢您的肯定。投这笔钱可以，甚至可以翻倍，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您说？和洛汉保持点距离，在大学毕业前最好不要再有联系。江哲也没有把话说死，至少没说以后都不要再联系。在江洛汉面前，江哲一直保持着一副慈父形象，可终究是个父亲，这个身份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接受在江洛汉这么小的年龄就有了自己的感情。在见识到北周的老练后，他甚至都在怀疑是北周故意去接近江洛汉的。北周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对江哲而言，现在的自己太过微不足道了。自己想把生活和生意分开，人家偏偏就搅和在一起。江叔叔，对不起，耽误您时间了。您放心，我原本计划的就是填报完志愿后一个人去旅游。北周，你要走了呀？呐，江总还有事要忙，我就不打扰了。洛汉，去送小周吧。小周，欢迎随时过来玩。我爸爸没同意吗？同意了，只是要的条件我给不了而已。什么条件？行了，就送到这吧。你爸爸也挺辛苦的，多陪陪他。回去吧，我要去忙了。对了，这段时间不用去接我，我要回趟老家去看爷爷奶奶。你到底提的什么条件？没什么呀，怎么了？你怎么哭了？爸，你忙，我先走了。走什么走？坐一会，你妈妈待会过来，你跟她一起回家。有多长时间没练钢琴了？玩也玩够了，该做正事了。从明天开始，每天早上上课，下午到公司来轮岗实习。身为重生者，本应该事业有成，生活爆爽，但我却连一个投资也拉不到，甚至被赶出门外，简直丢重生者的脸啊！谈崩了，只能走另一种方案了。嘿嘿，自从你跟我说洛汉是江哲的女儿后，我就知道没戏了，毕竟差距太大。不过你也不要灰心，你还年轻，前途不可限量。我没有灰心啊，只是有点不爽而已。不爽就对了，要化悲愤为力量。还有2天就还贷核发工资了，资金回笼的怎么样？原计划是7天完成100万的资金回笼，但就目前的速度而言，今天就能完成。除了刚开始那一天只有几万的收入外，其余几天都是20多万，真的得感谢洛汉，很多都是在空间看到信息后过来的。而且听说还有人在论坛上帮我们做宣传，也不知道是谁。网络社会还真是方便。现在说感谢有什么用呢？以后还能不能见面都两说。我不打扰，我走了哈。北周打开他的电脑，登录了自己的 QQ， 消息很多，他懒得回。江洛汉也发了很多消息过来，都是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很能理解江哲的做法，换做自己站在他的角度，可能做得更狠。要自己的棉袄，那不是要自己的命吗？这个点你不该和洛汉一起在商场吗？怎么有空上线？北周在翻看群消息的时候，突然收到了苏婉的信息。每天2人都会闲聊几句，都是点到为止，这种相处方式才是最舒服的。做了几天苦力，1分钱没拿到，罢工，不做了。洛汉刚刚找我了，到底怎么了？和江叔叔发生矛盾了？没有啊，我和江总3观一致，聊得很开心。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加油！如果觉得一个人无聊了，可以找我呀。放心，我家没有洛汉家那么大的产业，不难相处。北周心里一暖，仔细回想着，苏婉啊，高中3年，和这个女孩的接触好像不多，只是隐隐记得，高中第一次在校外打架，就是因为她吧？因为什么事来着？不记得了。对于制衣厂的工人来说，发工资那天就是最开心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月，上个月工厂扩产，每天都在加班，而且加班工资比平常工资还高。上个月每天加5、6个小时的班，按照工时计算，我能拿接近3000块呢。我也差不多，我家娃要放暑假了，等这次工资到了，我就让他妈带他去省城游乐园玩2天。黑娃，你呢？你这次不会又去找小丽吧？04年的时候，大部分公司工资的发放都是现金，需要本人去签字才能领取。工人们满脸兴奋地拿到装有工资的信封后，马上就打开清点了。可是越数越不对劲，到后面都没了声。北周就在一旁，见他们这个表情也不点破。没问题就回去吧，还有人等着的呢。小周总，这次的工资不对。怎么不对了？给少了吗？不是，给多了，算上加班，我这个月应该拿2780，可是给了我3000。周，其他人都走了，为什么你不走？太多了，我不敢要。还真有老实人啊，换做我自己早就跑了。这是这个月的奖金分红，
以后只要公司利润达标，都有分红。我去，这次工资怎么会多这么多？没听说吗？这是小周总给咱的奖金分红。小周总真大气。原本我打算做完这个月就不做了，可现在打死我都不走。是啊，3000呢？我那个当老师的大舅哥也没这么多啊。以后我看他还会不会看不起我？先把手上的活停一停。北周有话跟大家说，相信大部分人对今天的工资都很满意吧？满意，谢谢小周总。这只是个开始，以后只会越来越多的。从现在开始，你们的工资除了固定工时工资和加班工资之外，还有一个分红奖金，只要厂里利润达标，每个月都会给大家分红。回到办公室后，何聪殷勤地笑着给北周泡了一杯茶。小周，接下来我们怎么做？今天多发出去了接近10万的工资，结清了贷款和货款以及工资后，也就剩下不到20万了。过几天那些第一批没卖出去的衣服要回收了。接下来当然是找人接盘啊！你没发现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开始减少了吗？已经有工厂开始模仿我们的模式开始做了。小周，你就别绕关子了。小周总，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大家都等着了。好的，我马上过去。走吧，去听听你就知道了。何聪已经有2天没看见徐正了，知道北周给他安排了活，也就没去问。此时的会议室里面坐满了人，何聪看了一眼，发现都是生面孔。白总还真是年轻有为，在见到您之前，还以为我是个中年大叔吧？您别见怪，您的想法很大胆，我猜到了您很年轻，只是没想到这么年轻而已。要是想夸我的话，那改天我们去夜总会一边喝酒一边听你夸。今天还是得谈正事。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莹，这是我的团队，今天过来就是跟您谈一谈具体细节，这是根据您的要求制定的方案，您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呢？你想通过与那些即将倒闭开不下去的服装店合作，我们提供货源，他们负责销售，最后进行利润分成。如果达不到销售额的话，除了赔付他们经营成本外，还要给2到3千的损失额。对赌协议，这个想法很大胆，这样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开店成本，不仅仅是资金成本，还有时间成本。我们团队去和商家接洽，负责市场的开拓，谈失败不用付费，如果成功，除了固定1000元的提成外，还要纳进门面3%的营业额，收1年。当然也不白收，我们也会负责一部分店铺的营销宣传。何聪在看到这条的时候皱了皱眉头，市场团队他也接触过，但是这个报价明显高了。这份方案我很满意，就按照这个来吧。您不再想想？你们团队能力我很认可，我只关心一点，你为什么离开杜老师团队？理念不同吧。北周看出来了，刘莹不想回答，也就知趣的不再问了。用人不疑，既然选择了他，就得100%的相信。合作愉快。小周，有人找你。进来吧。哎，厂长，几天不见，你是越来越有气势了。你怎么来了？快坐。受人之托，给你带点东西过来。爷，你怎么还没走？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的。这是啥？手机啊，这是洛汉让我带给你的，说是前几天一起摆摊的分红，看样子摆摊真的赚钱呀。是不错，你看看班长就知道了，黑成一个球了。那还是算了吧。哟，诺基亚7610，这也是第一部100万摄像头的拍照手机，手感还不错。北周把玩一阵后，发现已经插上电话卡了，通讯录还存上了江洛汉的电话。对了，洛汉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说什么大学见。北周像是没听见苏婉说话一样，用手机给办公室的座机打了个电话。号码很不错，和江洛汉的新号码只差了末尾一个数字。你的电话多少？我记一下。苏婉的家境也很好，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省电视台的领导，典型的书香门第。在高3那年，他的父母为了方便联系他，就给他配手机了。我看你桌子上一直在写广告，怎么要做广告？是的。服装广告吗？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啊。可以跟我说说吗？当然，这是具体内容，帮忙参考参考，怎么做合适。主要卖点是慈善。是的。你平时看综艺吗？没看过。有个综艺节目叫《非常6+1》，听说过吗？听过。怎么，你难不成想让我去妖妈那里做广告？我也想，可是没钱。之前有一期里面有个嘉宾，就是来自我们市的小镇上，他家境不怎么好，还有3个弟弟妹妹要养活。你的意思是让我联系他？他从节目组返乡后，一直致力于留守贫困儿童帮扶工作，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反响。过段时间省电视台也会对他进行一次专访，如果他能在专访的时候提一提你们服装品牌的话，电视台应该不会允许这种广告的植入吧？我记得电视台都是很小气的，不是自己的商家，就连矿泉水都要给你打上一层厚厚的马赛克，生怕别人占了便宜。只要不太刻意就没事，倒是你请电视台领导吃个饭不就行了？至于怎么请，你自己看着办。她真的是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吗？一个刚高考完的小姑娘，居然如此了解人情世故。怎么了？没事，谢谢你。说出来的谢谢没什么诚意哦。自己也就是说说而已，难不成还需要付出点什么？
见北周的眼光在自己身上乱飘，脸上还挂着坏笑，饶是苏婉都有点受不了了。果然洛汉说的没错，你就是个流氓。我在江洛汉面前一直很注意分寸吧，怎么就留下流氓的印象了？他真的这么说的？是的，还让我离你远一点，别被你带坏了。那你觉得呢？我呀，你管我？在我记忆中，苏婉就是个典型的好学生，安静听话，少言寡语，居然还有这么调皮的一面。行了，换个话题，中午吃啥？我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东西，你不请我吃个饭？制衣厂在郊区，外面没什么吃的，已经过了饭点，食堂也没有开门，走去到员工宿舍，我亲自下厨。真拿你没办法。都说男生的房间很乱，你这怎么回事？苏婉跟着北周进房间后还是有点紧张的，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跟一个男生共处一室。想听真话还是假话？那你还是先说假话吧。假话就是我是个喜欢收拾的人，见不得家里乱糟糟的。那真话呢？真话就是这里有专门的阿姨打扫，不关我的事。我一个人生活的话，那就不一样了。这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要说出去，不然影响我找女朋友。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所以以后找个帮你整理内务的女朋友。是这么打算的，到了大学找个女朋友，出去租个房子，简直美滋滋。果然是流氓，居然还没结婚就想同居了。这么说起来，好像是有点流氓。行了，你先看电视吧，我去做饭。去吧，让我见识见识下白大厨的手艺。前世北周一个人独居惯了，吃饭又不喜欢在外面吃，就学会了一手好菜。只不过前世都是自己做给自己吃，还从没给别人做过。你还真会啊！你放心，就算拉肚子，我也不会告诉你的。话多。混混，我开动了，不错嘛。以后毕业找不到工作，也不用担心被饿死，还可以去街边卖炒菜。那我谢谢你提醒啊。北周，吃完了，快去洗碗吧，不洗碗是我最后的底线。我劝你好自为之。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洗？既然你都知道了，还不动？有你这么对待客人的吗？以前没有，现在有了。早知道在你这吃饭还要洗碗，说什么我也不来了。行了，东西也送了，饭也吃了，我先走了。不用送。苏婉发现自己表露出要走的意思后，北周真的没有起身送他的想法。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江洛汉跟自己吐槽时说的，这果然是个混蛋啊。爷，你怎么还没走？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的。我也想好好说，可这手不听啊。要不我送送你？好啊。北周，你觉得我是去首都大学合适，还是江浙大学合适？首都大学去了可能会后悔1-2年，但是不去的话可能会后悔一辈子。首都大学呀，那是多少人一辈子可望不可及的梦。但是我觉得似乎有些东西比这个梦还重要。之前还有犹豫，可是今天过后，不管北周怎么说，我都不会再变了。好烦啊！明天我也想去，可我爸不让，真想快点上大学。没事，明天我们拍照的时候，我在中间留个空，回头找人把你 P 上去。那没意思，等上大学后，你陪我再去一次。白总，经过3天的联系，已经有7家服装店愿意跟我们合作。您安排的广告，我们也向全市的报社和电视台进行了投放。电视台上今晚就能看到我们的广告，报纸上明天就能出来。徐斌已经同意和我们合作了，他的要求简单，除了钱之外，就只希望我们在他老家的乡村学校里面建个图书馆。距离第一批货的退款时间还有3天，我们大致进行了统计，可能有30%左右的货品会退回。不过不用担心，我们的出货速度虽然变慢了，但是消化掉这30%毫无问题。很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轰炸式的广告，让服装品牌响遍汉南市的各个角落。一旦在汉南市取得成功，那就用同一种模式，迅速去抢占其他城市的市场。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但是为了公司的未来，挺过去。在北周实行分红奖金制度后，不管是第一线的生产工人，还是坐在会议室的部门领导，对制衣厂的归属感都更强了。那7家店今天务必完成店招更换，我希望明天看到的招牌就是动响了。开业时间剪彩仪式就定在3天后，不能有任何纰漏。这3天时间，开业的折扣活动必须宣传出去，至少确保50%的汉南市人知道我们的开业活动。加盟电话再实现一次，至少保证能同时接听10个电话以上。前面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3天后的开业仪式。开业当天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品牌的上线。这是开业剪彩的邀请名单，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最大的领导是市工商管理局的副局长，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的领导，都是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也有一些企业家在名单里面，不过人家来不来就不知道了。老舅，这些你来安排就行，我对他们不熟，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量拉一些大领导来撑撑场面。有这些人捧场已经很不错了。小周，接下来还有什么工作安排？经过这么几天的相处，何聪已然把北周当成了主心骨。开始同意北周过来接手制衣厂的时候，只是想着回笼点资金度过眼前的难关。北周不仅解决了危机，步伐还越走越大。我没事了，接下来3天我打算回去睡觉，这段时间就没一天睡安稳过。老舅，
接下来的事就得靠你和徐叔叔多操心了，除非遇到十分紧急的事情，不然别联系我，我就等着3天后看结果。是宝马还是自行车，就看这3天了。北周回到家后就躺着睡了过去，再次醒来已经快到晚上了。何一梅和白星学坐在电视机旁边看电视，爱生活，爱运动，享受世界，动想，充满无限可能。在汉南市全方位无死角轰炸式的宣传下，相信这3天时间，所有汉南人都知道这个品牌了。今天怎么回事？不管是走在街上，还是电视上，全是这个什么动享的广告。成立动享这个事，北周没有和何一梅说。何聪这段时间也忙，没有跟何一梅通电话，何一梅自然不知道这事。白星学知道一些，毕竟所有的合同条约都是他梳理的，不过他也没告诉何一梅。动享啊，名字真好听，广告词也不错，不知道是哪位能人想出来的，真棒。谁想的也不关你的事，整天人影都看不到，哪里是家都忘了吧？果然啊，翅膀硬了，可以飞了。我飞不起来，还是得靠母亲大人的庇佑。母亲大人，你看这什么动享过2天就开业了，开业活动这么好，要不然帮儿子买2件衣服。怎么，老白，你也想要2件啊？走啊，一起去看看。你也喜欢运动装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继续，别管我，我就是喉咙不舒服。叫你少抽烟不信，你闻闻，就连孩子身上都被你熏上烟味了，以后不许抽了。妈，你不让老白抽烟，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咱有事好商量，戒烟要不算了。你放心，我的身体属腊肉型的，越熏越香。你说啥？爸，抽烟有害健康，以后可不行了。你明晚不回来是吧？露营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同行的有女同学吧？完了，全完了。露营的事之前跟何一梅提过一嘴，被无情的拒绝了。后来跟老白说了自己肯定要去的，到时让他帮忙盯着点何一梅。没想到啊，居然被刺了。北周，解释解释。老妈，要打你就打，你看我皱一下眉头不？反正我现在所有的解释你都会认为是狡辩的。不想让你去是因为大夏天的山上很多蛇虫鼠蚁，不安全。你非要去我也没办法，自己把药物准备好。您放心吧，人家露营基地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行的嘞，您放心，您的医药像我明天去的时候带上。对了，江洛汉要去吗？不知道，他最近被禁足了，多半去不了。那就好，我说那可惜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直接回了房间，打开手机，看到江洛涵正好发来消息。好烦啊，明天我也想去，可我爸不让，真想快点上大学。没事，明天我们拍照的时候，我在中间留个空，回头找人把你 P 上去。那没意思，等上大学后，你陪我再去一次。这次北周没有回复了。按照江哲的说法，大学毕业前多半会一直管着江洛汉的，哪怕换了个城市也是一样的。北周从来不开空头支票。我已经经历过有钱的日子了，相比于那样，我还是更喜欢现在平静的生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这样下去。岁18岁，参加了游击队，上山找妹妹。你还没起床，还来不来了？你想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你一个？才8点，也不知道刘强抽的什么神经。北周最近生意怎么样？还行吧，全靠大家支持。哟，班长，好久没见，你怎么更黑了？关你屁事！班长，不是江洛汉同学说要来吗？怎么没看见他？这就得问他了。他最近不舒服，医生建议他在家好好养一养。谢谢大家的关心，大家对他的问候我会转达给他的。北周，你可真够不要脸的。哦，可能是出于报复，刘强在安排大家上大巴车的时候，把北周放在了最后面。虽然也能保证有位置，但绝对不会太好。这里，苏婉是最先上来的，找到位置后，很多人想坐他旁边，可都被拒绝了。为什么我感觉大家都在等我？你猜呀？苏婉同学，你要是用这种表情看着我，我可不能保证我不会做出一些丧心病狂的事哦。有贼心没贼胆。上山到露营基地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车上的同学都在聊着天。我们楼下就有家专门店，最近在上货架的时候我看了看，款式都还不错。反正我打算等他们开业的时候去买2件运动装，上大学的时候穿。价格贵不贵呀？北周听着他们聊天，不知不觉睡了过去，也不知睡了多久，感觉到肩膀有点沉，睁开眼睛就看到苏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靠在自己肩膀上睡着了。到目的地后，苏婉也被一阵吵闹声叫醒了。睡得可还香？还不错，就是有点硬。怪我喽。待会先搭帐篷，你们是2人，一个还是1人，一个都随意。原则上不允许男女生混住。煮饭和晚上篝火用的柴火都准备好了，帐篷搭好后，男生去抱柴火，女生负责洗锅洗菜。北周，要不帮我搭一下？教你可以，帮你搭还是算了吧，不劳而获容易让人上瘾。你嘚瑟啥呢？同学间就应该互帮互助啊。赵晴，别理他，我来帮你。那你随意。谢谢你的好意，我也更喜欢自己动手。你居然带了吊扇，要不然我把帐篷分你一半。算了吧，我选择热死。就不再考虑一下？
那我考虑考虑。你俩要不找个没人的地方说，我还在这呢。对不起，我忘了。我去看看有啥食材。你不是喜欢洛汉吗？和苏婉什么关系啊？前段时间见你和洛汉在一块，我还信誓旦旦的跟他们说你们在一起了呢。你近视多少度？300啊，怎么了？那你是有点瞎。露营基地旁边有个大平台，可以俯视大半个汉南城。北周靠在扶手上，看着这座老城一阵唏嘘。那最高建筑就是江浙公司的写字楼了，在这个年代是鹤立鸡群的存在。这座老城承载了太多的记忆了，但是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注定了记忆只能是记忆。小时候熟悉的那些街巷，不久后就会拆除，万丈高楼拔地起，那栋写字楼也将泯然众人。地产行业啊，是国内经济崛起的产物，赚钱是真的，但亏损也是真的。可能就因为一栋楼的资金链断裂，引起连锁反应。前一天还身家100亿的老板，睡一觉起来就破产，背负巨额欠债了。这是趋势，没法避免，江浙也不例外。发什么呆？你说，要是在将来你变得很有钱了，你会干嘛？我已经经历过有钱的日子了，相比于那样，我还是更喜欢现在平静的生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这样下去。你在说什么呢？你就当我是胡说八道吧。你呢？有钱了打算做什么？先掐自己一下，看看是不是在做梦。跟你聊天简直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刚刚我拍下来了，回去就发给洛汉看，都给他说了你不是个好人，他还非不信。照得不错，回头也发我一份。这就完了？你不该让我帮你在洛汉面前保密吗？刘强慢慢的接受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江洛汉眼中，北周可能比自己重要。不过他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想开了，大学会有更好的。为什么要保密？你就不怕他看到后生气？为什么要怕呢？他又不是没生过气。对了，上次跟你说的是有着落了吗？我可是答应了人家的。要来一个吗？这不太好吧？那就算了，刚刚不过是礼貌性的回绝而已，没想到北周真就不给了，还不知道什么味呢。下山后自己去买一包试试。我已经安排人去和镇上的学校联系了，他们学校的校服之后全部由我免费提供，除了冬夏各2套外，冬天的时候还额外给每个学生赠送1件棉袄。但是我们厂压力也大，能承担一个学校已经是极限了。谢谢，谢谢，要是有用，我天天说都行。啥意思啊？班长，我给学校捐校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你是不是也该有所表示？你想干嘛？先说好，我不喜欢男人。你他妈的是在恶心我？那你图我啥？我图你妹啊！你有什么让我图的？还好，我独生子，没有妹妹。你有什么事直说，能做到的我就做。衣服问题好解决，但是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衣服，而是贫困2字。因为贫困，才有了留守儿童、老人的问题。外出打工可能赚不了多少钱，但在他们看来，这比待在村里种庄稼要有希望。种庄稼的钱不如他们打工的。你的意思是，只要让那些年轻人看到留下来的希望，就不会出去了，而他们留下来的希望就是赚钱的机会。班长，如果你真的想帮他们的话，我有个提议。你说。去看看那里有什么特产可以加工成商品。我给自己的定义是商人，商人逐利，只要有利，我不介意把工厂开过去，低一点都行。北周说完后拍了拍刘强的肩膀就离开了，他没去问刘强为什么会大费心思的去帮一个小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没必要干涉。北周给刘强大开方便之门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做好事是一方面，更多的可能是看中了未来乡村的发展前景和刘强的个人能力，给他一个磨砺的机会，说不定会给自己惊喜。你俩在聊啥呢？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聊人生理想抱负，聊浩瀚宇宙星空，聊怎么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神经病！这里有个鱼塘，下午我们去钓鱼吧。旁边田里还有龙虾，钓虾也可以。龙虾？天呐，这种想吃麻辣小龙虾吗？作为重生者，本应该利用前世记忆努力赚钱，走向人生巅峰，而我却一心享受，还在露营基地做麻辣小龙虾。这是你要的火锅底料和啤酒。在这个年代，小龙虾在江干地区还没有流行开来，很多人只是听说过，还没有吃过。他真的会做饭呀，还挺好吃的。你吃过？我去买水，果然有问题。可惜了洛汉啊，不对，不可惜，他拒绝了北周的。试试。不错。开灶。北周，要是洛汉知道你有这一手厨艺，说不定就不会拒绝你了。没事，让他以后找个厨子就行了。不过可惜，做饭比我好吃的没我帅，比我帅的都不会做饭。切，夸你2句你还嘚瑟上了。要我说，洛汉虽然漂亮，但是家境太好了，和他在一起压力太大，被拒绝说不定是好事。你们懂什么？可曾听说过软饭硬吃？不要脸！北周，太好吃了，晚上再做一份，这次多来点。刘强一直埋着头吃，几次想开口，可是见北周在和其他人说话后，就识相的闭嘴了。班长好像有事。咋了？病了？在那个小镇上就有很多这种龙虾，不过都被当成害虫处理的。这玩意喜欢打洞，弄垮了很多田坎，还要吃水稻根。我还以为啥呢？
养殖小龙虾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吃小龙虾的季节集中在夏天。那除了夏天呢？又干啥？养殖业不仅仅是水产养殖，还有畜牧，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相关的养殖，只要你能带动他们做起来，市场不用担心，我来负责。想好了给我一份策划方案就行。对了，策划会写吧？不会那就算了。你瞧不起谁呢？等着吧，过2天就给你。班长也想创业吗？他会什么创业啊？他的性子去创业，不被人骗得裤衩子都卖掉，那都是谢天谢地了。那你们在讨论什么？拉他给我当免费苦力，他还挺开心的。果然是个坏人啊！你不会哪天也这么忽悠我吧？会哦。时间过得真快啊，明天就要回去了。刚刚首都大的招生办老师给我打电话了，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学校。去的话，下午就过来和我签协议。快答应啊！那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我拒绝了。我突然觉得有比这个梦想更重要的事。你想清楚了？等江浙大学也不错，至少离家近。太疯狂了，疯了一个江洛汉还不够，这下子苏婉也疯了。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不去首都大吗？是因为江浙的饭菜合胃口。我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本恒，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才不去的，吓我一跳，那种负罪感太强了。自我感觉这么良好啊？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主要是我不想去江浙地区了，留在江干挺好的。要是你是为了我才去的，我还真不好意思不跟过去。你是说真的？是这么想的，不过嘛，果然是个混蛋啊！对，18岁参加了游击队，上山找妹妹。北周，有事？你们在干嘛呢？山上好玩吗？当然美滋滋。听说中午你做的小龙虾很好吃，什么时候能给我做一份呢？你居然都知道我们中午在吃小龙虾？那他们给我发了短信的，就你忙，什么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忙，还打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吗？你在忙什么呢？忙着找女朋友。北周，我大致知道那天你和我爸爸不欢而散的原因了，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会努力去说服他的。等到大学好吗？你说啥？喂，我这信号不好，听不见。就这样，先挂了。大完了，你不是走了吗？洛汉都说的这么直白了，等到大学就行，你怎么就拒绝了呢？你在说什么？我刚刚是信号不好呀。你觉得我是聋的还是傻的？我疯了才答应，最难还的就是感情债。我如果答应了，那我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幻想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要是在大学遇到几个比她漂亮的，那不就亏大发了？那你可以先答应他呀，这样至少有个保底。我是那种人吗？不对，我好像还真是那种人。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嘿，花心萝卜，我一直很好奇，刚考完你怎么就肯定我是状元呢？猜的呗，不然还能怎么知道？你不会是想耍赖吧？你可是答应了的，要真是状元就请我吃饭。不就是吃饭吗？你要是喜欢，天天请你吃都行。那不成，医生说我肠胃还行，不用吃软饭。不吃就不吃。对了，接下来的暑假你打算干嘛呢？继续经营服装厂？这2天过后就要开始忙起来了。动想目前只是在汉南市做试点，一旦取得成功的话，我就会向周边市县扩张。这个暑假就是我去大市场找代理的时间，还要去一趟省城。江洛汉的堂哥一直在和我联系说省城市场的事，怎么听到我的计划后开始崇拜我了？是有一点，不过我祝你失败哦。呸！要是我失败了，我就吃你的喝你的。好啊。你觉得我像流氓吗？不是的，不是的。不，你说错了，我真的是流氓。北周，什么声音？是苏婉吗？苏婉这是怎么了？谁知道呢？爱生活，爱运动，享受世界，动想，充满无限可能。人怎么这么多啊？之前大致猜到了生意会很好，毕竟在汉南市还没有多少运动品牌的专卖店，但是没想到生意会好到这种程度。算了，我们明天再来吧。哟，何医生，你也在这呢？赵姐，你也在买衣服呀？这不是娃高考成绩出来了吗？这次可是超重本线70多分呢，我就想着带他来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大学去穿。小周这次考多少分？应该很不错吧？接上集，露营结束回来后，何一梅带我到动享店买衣服，碰到老熟人谈论高考成绩。哟，何医生，你也在这呢？赵姐，你也在买衣服呀？这不是娃高考成绩出来了吗？这次可是超重本线70多分呢，我就想着带他来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大学去穿。小周这次考多少分？应该很不错吧？我听说是状元苏婉都在你们学校呢。北周对赵凤英的印象很深，以前都是一个巷子的街坊邻居，只是后来北周他们家买房子搬走了。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只是因为这人的嘴太碎叨了，街坊们的闲言碎语有一大半跟他相关。苏婉就是和他一个班的，不过这小子的心思不在学习上，考得不怎么样，刚刚过本科线。哎，那可惜了，这个年龄的娃心思重是挺难管的，不过也不能让他一天不务正业啊。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赚钱养家？你认识苏婉呀？那你能把他 QQ 给我吗？听说他拒绝了首都大学的邀请，想去江浙大学。
我也想去这个学校。小周，都是一起长大的，就把那姑娘的什么 QQ 给小叔一个呗，就当是帮忙。你不会没有吧？也是，苏婉成绩那么好，怎么可能把 QQ 给你呢？我还是问问别人吧。不是没有，单纯不想给你而已。如果你想要的话，自己去问他吧。我挑的，你看着办。这个医生，你说小周的心思不在学习上，该不会是因为早恋吧？阿姨好。苏婉，但你是？我以前的同学，这次高考不错，应该也要去江浙大学，想要个你的 QQ。对不起，我不用 QQ。那电话？对不起，我没有电话。小婉，喜欢这衣服吗？阿姨给你买吧。虽然不知道北周和苏婉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是从两人的举止来看，苏婉刚刚把衣服递给北周让他看着办的话，不是开玩笑的。但您帮我买。陈店长，这几件衣服算我的账上。陈店长是这家店的负责人，北周面试的，从北周进来开始就一直跟着，只是没上去打扰。好的，白总，他是这里的店长，我还以为是扒手呢，一直跟在后面，贼兮兮的。还有，到底怎么回事？那啥，动响的法人叫白北周。这个品牌是你的？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你才多大？有啥不可能的？赵爷，我都18了，和您儿子一样大，他都能考上江浙大学，我创建个品牌算啥？你再继续嘚瑟。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晒太阳吧。天气是不错，38度，你去给我狠狠的晒，不晒1天不许回去。您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衣服，我给你买。何一梅之所以表现得很生气，只是因为北周一直瞒着自己而已。抛开这一点，她心里很欣慰，甚至说很高兴，自己儿子才18岁，就创建了一个汉南市人尽皆知的品牌，这可比高考分数实用太多了。阿姨，这件衣服我觉得和您很搭，要不要试一试？算了，都是年轻人的运动装，不适合我。您也年轻啊，这件穿在您身上特别显活力，可以常备几件，以后出去玩的时候穿。而且北周结账，不要白不要。那就这件吧。北周，我记得你填报的江浙财经大学是不是就在江浙大学对面啊？我又没去过，我哪知道？回去再问你，还是养个女儿好，贴心小棉袄。要不我让她叫你一声妈，你就可以白捡这么大一女儿了。你说啥？我说我爱你，我的亲妈。阿姨，不好意思久等了，我们继续逛。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们慢慢玩。对了，小婉，你的电话给阿姨一个。何一梅对苏婉的印象不错，抛开成绩先不说，单单是短暂的相处，都让人感到很愉快。而且她也听说了，这丫头为了去江浙大学，可是特意拒绝了首都大邀请的。之前还在疑惑为什么会有人不去首都大，现在大致明了了，这下就更满意了。好了，我先走了，你们慢慢玩。之后要是北周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帮你收拾他。你还有事吗？没事，我也走了。我倒是没什么事，你要去哪儿？回公司数钱。我也去。随你。白总来了，这是截止到10分钟前的最新销售数据，您看看。开业共计4个小时，累计销售单量达到了1300多单，销售额达到15万，还可以。但是前期宣传成本都投入了30万。衣服这东西虽然是必需品，但是更换率低，尤其是运动服，很多人一年买1-2件就到头了。开业前几天生意会很不错，这是因为在填补之前缺少的市场空间，一旦饱和后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汉南市的市场达到饱和之前，开辟其他地区的市场，还是一样的，不计成本的用广告铺路。还有一件事，很多人在打电话了解加盟的事，除开汉南市之外，周边也有几个地区有加盟意愿，您看什么时候接触一下？加盟政策是北周制定的，连锁品牌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占领全国市场，就只能靠加盟。让刘莹他们团队先和这些加盟方接触沟通，加盟条件往高了谈，可以签对赌协议。在10月份之前，我们保证动响的市场知晓率会达到50%以上。好的，白总。你大学想学什么专业？之前是想着电子信息的，你觉得呢？发展前景很好，主要是看你喜欢。也是，不过我现在决定还是去数媒体专业了。我看好未来互联网金融，在这种条件下，数媒体似乎会更好。怎么了？不好吗？不是不好，而是太好了。自己在18岁的时候看到的只有眼前，什么未来都是空想罢了。苏婉现在就能对互联网金融有自己的理解，的确是个天才。就像你说的那样，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实体行业会受到线上经济的强烈冲击，足不出户就能购物是大势所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尝试着去经营一个网站，像空间那样做动态分享就行，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微博吧。视察完动响实体店，我为苏婉提供未来发展，没想到到后来制衣厂还是绕不过江浙这座大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尝试着去经营一个网站，像空间那样做动态分享就行，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微博吧。还可以建立一个榜单，就叫热搜。你妈妈手里不是有很多媒体公司的资源吗？可以让她帮忙联系一些明星入驻，
总之就是用一切手段去提高访问量，访问量多了，就可以尝试着插入一些商品广告和线上购买链接。互联网金融也是北周很在意的一块大蛋糕，这可是除去房地产行业外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了。真的可以吗？试都不敢试，那肯定不可以，试一试才知道嘛。这样，我用动想的名义给你一笔赞助费，你放开手去做，亏了算我的。加油，你一定会成功的，说不定还能成为未来互联网的领头羊。那要是没有呢？没有啊，那就当我没说。早知道该录音的，如果我没成功，那就赖上你，然后把责任全部推到你身上。如果成功了，那就是你经营有方是吧？是的，你干啥？苏婉看着北周越来越近，也是升起了警惕。上次被北周强吻了之后，他可是很久才缓过来。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说我干嘛？那你轻点哦，你也就嘴上厉害吧。马德，你干嘛？你属狗的呀？属老虎的，你别惹我。你属老虎，那我还武松呢。嘿，武松才不会耍流氓。懒得和你计较，母老虎一只。北周，你要对我负责，你亲我了2次了，算我欠你的，要不然你亲回来，那样就抹平了。混蛋，你想得美。那不然你要我怎么对你负责？要不然先整理下头发。北周担心待会有人进来看到这场景会乱想，尤其是苏婉那乱糟糟的头发配上这委屈的眼神。你来。不错，这次先不和你计较了，我知道你忙，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回去问问建立网站的事。苏婉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虽然喜欢和北周待在一起，但是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行，你了解清楚后跟我说，我给你打钱过去。不过说好了，不是无偿的。微博建立起来后，要给动想免费提供广告和舆论支撑哦。知道了，搭子还没一撇呢，就开始操心以后的事了。加盟费3万元，品牌使用费2万，保证金5万，第一批拿货至少7万。按照您的要求，最后只有5个人有加盟意愿，不过他们都要求签对赌协议，在10月之前，市场知晓率达到50%。如果完不成，我们赔付5万，并且还要按照衣服的挂牌价回收他们没有清完的货物。您觉得合适吗？可以。好的，我联系商务部出合同，下午就能签订完。汉南市周边市县的市场开阔工作也在进一步开展，还是用寄居蟹模式，一共签订了共计4个县市15家店，广告投放工作也在进行当中，预计1周后就能开业。对了，还有一件事。怎么了？制衣厂的产量目前有点跟不上动想的发展步伐了。何总虽然说他在处理，但是迟迟没有下文。如果不解决产量问题，我们市场打得再大都没用。经过前一轮的制衣厂扩张，月产量在10万件左右。这种数量其实能够满足动想的要求的，但是为了保证资金问题不受影响，舅舅还是在做代销模式。舅舅也正是尝到了甜头，所以才继续坚持在做。能拿出60%的产量提供给我，就已经是情深意切了。按照舅舅的话来说，就是他不是在意这点钱或者什么产量，主要是为了给我留一条退路，认为我太过冒险。对，18岁参加了游击队，上山找妹妹。小周，我联系到了一家制衣厂，愿意做代加工，他们生产出来后，我们贴牌就行。老恒，真有你的，居然想出这么个办法来。你以后是吃香的喝辣的了，给我们这些老兄弟也留口汤喝吧。哈哈哈，你放心，这么多年的老兄弟了，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会饿着你，所以我这不照顾你生意来了。老汉，这是我外甥，其外甥北周，就是靠他，我的制衣厂才起死回生的。小周仪表堂堂，当真是年轻有为啊。贺叔叔您过奖了，我只是运气好。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贺叔叔以后可是跟着你混了。做生意的都是群老狐狸，有利可图的时候卑躬屈膝，说尽好话，丝毫不在乎是不是会掉了辈分。一旦没有足够的利益，那就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还管你谁是谁？您说笑了，小子何德何能敢说出让您跟着混的混账话？只是有钱大家一起赚罢了。说得好，就是有钱大家一起赚。老贺，你要求的我做到了，代加工的事就这么定了。你答应我的呢？老贺啊，我知道这是兄弟做的不地当，你肯定打心眼里看不起我，我也有我的苦衷。而且说实话，这次都没想到你会挺过来。你就没想过为什么银行和原材料那边会在最关键的时候逼你那么紧吗？是有人明摆着想要置你于死地啊！现在社会讲的是人情世故，很明显，对方的能量不是你我能比的，所以那些人才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他们那边。你还想要知道吗？小周，你出去帮我买包烟。在何聪眼里，北周再厉害也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屁孩，不想让他见识到社会阴暗的一面，更害怕他知道了这些事过后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来。您想抽啥直接拿，不要跟我客气。你放心，我耳朵聋，听不见。不管到底怎样，都不许冲动。你说吧。
今天我之所以敢坐在这和你喝酒，看中了你的订单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你们有了动向之后，就不会再去考虑做 Kappa 代理厂了，也就没了利益冲突。你可能不知道 ，Kappa 打算在这里打造一个亚洲最大的生产厂，光前期就打算投几个亿。现在国家对外商管控很严格，想要在大陆建厂，只能通过合资进行。人家看中的并不是你现有的设备，只是资质而已。就你是个愣头青，这种蛋糕也敢去碰？老刘的制衣厂半年前被人收购了，那人是大疆集团老总的连金，和市领导也有关系，怎么突然就醉了？大疆集团江哲怎么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江哲这里？我借江洛涵身份让加盟商签合同，江哲放低身段求我办事。对了，你最近和洛涵还有联系吗？联系干啥？对，18岁参加了游击队，上山找妹妹。刚说就来，有事说事。你对我态度就不能好点吗？要是你只是问我这个，那我可就挂了。别，我爸爸最近很忙，没时间管我了。明天我去找你吧。明天不行，要和加盟商签合同，还有安排新店的开业事宜，很忙的。我最近就在我们公司的商务部门学习，正好我可以帮你啊。加油，在你爸爸公司撸起袖子加油干。我这小本生意暂时就不劳你大财了。明早我去你们公司楼下等你，就这么决定了，拜拜。洛涵，打完电话了。爸，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公司开会吗？会议完了我就回来了呗。洛涵，你是不是很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不让你和北周接触？觉得爸爸是嫌贫爱富？爸爸第一次见北周就是那天晚上，到现在我都没查出来到底是谁下的药，没有证据就只能先推断，对你下药后谁才是最大受益者？你不会认为是北周吧？但是他看起来像是什么都没得到是吧？开始我也这么认为的，但是你想一想，经过那一次过后，你对他的印象改观了不少。以前你对他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最开始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还很自责，觉得不该用阴谋家的思维去衡量一个孩子。可是他这段时间太亮眼了，在生意场上表现出来的老练，甚至连我都感到惊讶。我不敢赌，因为我就你这一个女儿。他不是那样的人。在没有确切的答案之前，我是不会同意你去找他的。你认为北周费尽心思对我图谋不轨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钱吗？动想的初期规划和宣传我看过，有4套发展方案，而融资只是其中一条，更多的方案都是想着怎么白手起家。他做到了。爸，我很尊重你的意见，但也请你尊重一下我的感受。我还是那句话，北周不是那样的人。前段时间我送了一部手机给他，用的我们一起赚的钱，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啊。爸，我明天会去的，你放心，我不会带银行卡，我没想过要你的资产，我想要的是平平淡淡，多点陪伴，而不是你和妈妈这样。你是不是被人打了？还不是因为你。关我屁事。我跟我爸说了，以后我不要他的资产，也不花他的钱了，我要自己赚钱。你干啥？也没发烧啊，怎么就变成个傻子了呢？你才是个大傻子，我的工资是不是该结算一下了？就是这一场广告的宣传费。我不给你补呀，太补钱。回去跟你爸爸道个歉，就说你错了，然后哪凉快哪待着去。不管，你先给钱。白总，大家都在等您了。知道了，我跟你一起去。倒也不是坏事，他在旁边还是有不小的作用的。白总，加盟费能不能少一点呢？可以啊，按照第一种寄居蟹模式合作，就可以不要加盟费，什么都不用操心，都能拿到利润分成，多好！嘿嘿，您说笑了，加盟费是应该的，只是这第一批货是不是太多了点？您看看能不能？也可以，不签对赌协议，什么都好说。你这个对赌协议会不会太冒险了？冒险也得签啊，不然怎么让大家放心？白总是有气量的人，肯定已经是胸有成竹了。未来的事谁说得清楚呢？就像我怎么都没想到这位今天会出现在这里。哦，楼姐，那位是？那位啊，是大疆集团江董的爱女。没想到白总居然还有这层关系在，有大疆集团帮助，肯定没问题。这合同我签。北周，你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狐假虎威？有吗？没有吧？明明就有。对不起，我错了。不用道歉，给钱就行，就叫名誉费500。刘姐，你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江洛涵是假的，不是江董的那个女儿。北周，你混蛋，你就没打通？500太贵了，要不300、200也行。好端端的一个白富美，现在却是为了几百块钱在这里和自己计较。250，北周，你骂我呢？不要就还我。才不，骂就骂吧，给钱就行。北周，苏婉创业你给了他10万赞助，那我呢？我也想试试。你想做什么？先把方案给我，我评估完风险后再考虑投不投。苏婉也给你方案了？没有啊，方案是我给他的。那你？虽然他没给我方案，但是他把更珍贵的东西给了我呀。更珍贵的给了北周，她怀孕了怎么办？你说啥？亲个嘴，不至于吧？我和苏婉清清白白，
就只是咬了个嘴而已。亲了嘴还叫清清白白？要不是亲，注意你的措辞。有区别吗？那你们谁先动的嘴？苏婉，不会吧？对的，就是他。我不会咬你的。要不咱还是先谈谈钱的事吧。我和你谈钱，你跟我讲感情；我和你谈感情，你开始讲钱了。5万，别看人家现在是落魄千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7万。10万，多了不要，少了不行。类似于中华招聘网，在网上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平台，以同城互助为宣传点，除了解决求职问题外，还附带房屋租赁、闲置物品转卖等。这类网站前期投入小，可以在一个城市里面进行试点，成功后再进一步推广。只有客户多了，才能收取商家的入驻会员费和广告费。现在的招聘方式是有点传统了，很多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好的岗位没有合适的人才。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中华招聘网发展的还不错，我们怎么才能虎口夺食呢？ Monster 这家公司你去了解一下，是全球最大的招聘网站，他们也有意进入中国市场，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可以试着做一下合作。他们应该也会和中华网联系，就看你怎么样才能抢占先机了。过2天你就离开汉南市了？你堂哥在省城已经完成了市场布局，我要过去跟他对接一下。省城的市场大，很多是需要见面沟通，我可是把省城的代理权全权交给他了。江洛涵坐在沙发上继续忙着自己的事，打算赖在北周的办公室好和他多待一会。苏婉都知道自己找个地方办公，你不知道？我就喜欢和你待在一起呀。怎么突然有点冷了呢？谁开的空调？温度这么低，我去调高点。没开空调啊。北周，你在转移话题，混蛋，你耍我。江董，有事吗？他抛开江洛汉跑出来，并不全是因为害怕他的虎狼之词，而是江哲给他发了条消息，约他下来见一面。都是成年人，江哲的有些行为虽然有点让人讨厌，但北周也很能理解，对他并没有什么成见。作为一个晚辈，在收到消息后还是下来了。动想的方案我觉得很不错，可以抽个时间再聊一下。江哲说完后，北周并没有表现出该有的惊喜，只是淡定地看着他，示意他继续说。洛汉的性子有点执拗，多照顾他一下。能让一向强势的江哲变得这么无奈的，可能也就只有父亲的这个身份了吧。江董，有的事情不能当做一场生意。同学的爸爸让我多多照顾他的女儿，面对曾经的女神，我竟不知用什么身份去面对。照顾什么身份？男朋友？不行不行，能照顾他的长辈，这个挺好，超级加倍，嘿嘿。还在生气？哇！北周，你好久没送过我奶茶了。好像是挺久的，应该快20年了吧。这东西是冲泡的，喝多了不好，容易长胖。你送的我都喝。对了，你爸爸平时怎么照顾你的呀？啊？你说啥？我说，要不然以后我叫你爸一声哥咋样？这样你就可以叫我一声叔了。谁要让你当我叔叔？那不然当啥？刚刚和江哲谈话的时候，也顺带着聊了聊那晚下药的事。北周经历过很多事，不介意用最阴暗的目光去看这个世界。给江洛汉下药，到底是为了陷害自己，还是说自己只是刚好撞在了枪口上？谁才是最终的受益者呢？白总，明天共计15家店开业，您看看还需要安排什么吗？还是按照计划发展就行。我过2天要去趟省城，动想的事先交给你了。好的，白总。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去找江哲。这是江哲对北周的承诺。北周虽然没有要他的投资，但却没有拒绝他的好意。好的。身家100万的老板就舍不得配辆车。我可以说，我身上现在没多少钱了吗？200万全用完了？不至于，还有个1万多吧。那你发工资和给合作商的分成怎么办？还有那些货款呢？虽然你和舅舅亲，但是有的是还是得分清楚。不是还有半个月吗？做生意200万真的不经花，一部分是去扩宽其他市县的市场，更多的则是用来请明星代言和做电视广告的投放了。什么地方都要考虑，有时候还真有点羡慕奥德彪，每天拉拉香蕉，正好养家糊口，多好。你有自己的思维是好事，但是有的时候做事要注意分寸。您就安心吧，我这人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真要说起来，遵纪守法算一个，犯法的事是坚决不会做的。小姑娘，你这是第一次出远门吧？是去省城吗？我就是省城的人，对那里比较熟悉。你是来找工作还是找人的呢？我去找我弟弟。您知道赣西财大怎么去吗？财大呀，那里我熟，刚好我要从那路过，还用小灵通。这小伙子家庭不一般。小兄弟，你是打算去省城干嘛的呢？跟你有关系吗？你不会以为我跟他一样好糊弄吧？你说什么呢？别血口喷人！你急个啥？人家都还没说去财大哪个校区，你就说熟。你要是熟，那你说说财大对面是哪个学校？是。行了，可怜人何苦为难可怜人，你积点德吧。这家伙一会下车绝必要报复，多叫几个人，长得壮实的，打架厉害的。谢谢你。确实该说谢谢，不过我也不是好人啊。我也看中了你包里的钱，是给你弟弟的学费还是生活费？哎，这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太好骗了。
江子文，初次见面，以后劳烦白总多多指点。江哥说笑了，该你指点我才对。在来之前，江洛汉就说过，江子文他们家虽然生意没有江哲做的那么大，但胜在稳定，在赣西省内经营着10来家烟草专卖店。在火车上遇到事了，小事，只是为了保险起见。走吧，先带你去酒店安顿一下，中午吃个便餐，然后再去公司。晚上给你安排了接风宴，大家一起好好玩玩。你放心，我不会告诉洛汉的。我要是说我和他没什么关系，你信吗？不信，毕竟四叔都特意叮嘱过要招待好你。不信就算了。你好，你知道怎么去财经大学吗？抱歉，我不知道。你们认识？火车上的邻座。财经大学几个校区都在不同的地方，你要去哪个校区？不知道。啊，那你总知道要找谁吧？什么专业的？冯一，我弟弟叫冯一，去年入校的，今年应该大2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专业。你帮我查一下。只有一个，在老校区，他们班导电话是。好的，谢谢你。财经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是我前女友，查这些信息很方便。前女友还能联系？为什么不能？我的前女友们遍布周围院校，时不时的还在一起吃饭呀。不是让你多叫点人吗？人呢？应该马上就到了。小子，在火车上你挺了不起的呀，爱帮助人是吧？那你帮帮我呗，身上的钱拿出来。哟，你俩挺狂啊！当我们不存在是吧？现在下跪道歉来得及，否则别怪我们拳脚不长眼。也不看看小爷是谁就敢躲，你随便打听打听。我管你谁，给我上！哼哼，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位爷，我错了。他惹到了你嘛？想怎么处理，只要不弄惨，都好说。这位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放过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行了，这话你跟警察去解释吧。警察叔叔，我钱包不见了，我这几个朋友看见是他摸走了，他还不承认。我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我看见的就是他拿的，而且现在还在他身上呢。请出示下你的身份证。你今年18岁，不好，身份证是从别人那买的，好像是个小年轻的。是的，我只是显老，今年刚满18岁。行了，别解释了，跟我回局里吧。你也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吧。警察叔叔，我们这次还有事，这人你应该看得出来，就是个惯犯，可以好好审一审。那回头有需要你们配合的地方，我再和你们联系。好的，很乐意协助您为民除害。江哥，我们先回去了，有事您随时联系。这是我的私事，辛苦大家跑一趟了。谢谢江哥，我们先回去了。有手段，有魄力，还有很深的人脉关系。走吧，先去酒店看看。省城的常住人口400多万，市场很大，就看怎么去做。我很大一部分资源在大学城，开始想的是发动大学生做地摊零售，就是洛汉说的那种模式。不过你既然有更好的方法，那就试试。你所谓的大学城资源，不会是发动你的那些前女友们去做大学生的动员吧？嘿，所以啊，找女朋友感情的事可以先不谈，得先看看他们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你可别跟洛汉说，免得他怪我把你教坏了。大小姐有何吩咐？哥，你接到北周了吧？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到了，放心吧，我会把他活生生的送回去的。那就好。还有，不许带着他鬼混。你说啥？我在车站呢，听不清楚。先挂了腰。作为一个哥哥，我确实该站在洛汉的角度劝你洁身自好，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自己都做不到。算了，我就当我看不见吧。那你可真是个好哥哥。我有的时候也这么觉得。吃饭途中不巧遇上概念神肥头大耳，苏婉为北周引荐明星何庆。这是赵成，那位是何伟，他俩之后负责市场和宣传。白总您好，我也是汉南的，动响的大名最近势如雷贯耳，很高兴和你合作。还是老乡啊，你好。行了，走吧，先去吃饭。还有的人呢，都去跑市场和做调研了。江哥这次创业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大家都不敢懈怠。行了，不管他们，我们先去吃，晚上在一起。江子文开始的时候说投资30万，问了江哲也看好动响和看到了北周在汉南的成绩，向父母伸了手，追加100万。你好，去餐。切，还没好，你在外面等一会，别进去。我不去里面，去哪里呀？你去死啊！站那里干嘛？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肥头大耳的，你怎么不去死啊？你怎么打人的？本来长得肥头大耳的，脾气还这么大。江哥，你没事吧？
喂，肥头大耳，你别说话，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报警了。警察叔叔吗？我的朋友被人打了，是一个长得肥头大耳的人，不好。还有谁？我被打了，对，就是那个肥，你快来吧。是谁打人啊？警察叔叔，快来救救我们！我快被打死了，就是他。你就是肥头大耳啊！跟我走吧。不要。彻底疯狂！喂，110吗？我是警察，我被打了，请求支援。谁是肥头大耳？关键词不要触发关键词。嘿，快去请狂徒张三。我是狂徒张三，哈，还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看我的，小仙女，小仙女，小仙女，跟我回去一趟吧。好的呢，人家这就跟你走。小仙女，虚伪。哼哈，俗话说得好，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你们记好了，一个人长得漂亮，你说他丑，他会笑一笑；如果他真丑啊，他就跟你玩命啊。总结下来就是别说实话。送菜了，送菜了！今天的猪头可是肥头大耳的，运气好都买不来呢。杨哥，我们快走，不然谁都走不了。总算逃出来了。对了，你不是说有个朋友最近在省城吗？要不要晚上叫过来一起？我先问问他有没有空吧。苏婉这段时间在忙着协调明星入驻微博的事，他的母亲知道后很支持他，并且帮他联系好了一些传媒公司，再约在省城见面。你到省城了，现在在哪儿呢？目前在大学城，晚上你有安排吗？没有。那好，晚上一起吃饭吧。好的。小婉，不要忘了哦，你庆姐姐今晚叫你一起。女生？高中同学，和你妹妹也是一个班的。你牛，我特么都只敢找不同学校的，你也真敢跟我说啊？不怕我告诉洛汉？你要是给他说苏婉在的话，你信不信你妹妹马上跑过来？那还是算了。璇璇，你看那是不是何庆？真的是他呀！璇璇，你不是想进娱乐圈吗？赶紧去混个眼熟啊！这可是图娱传媒的大 boss 哎。您好，庆姐，你是？我叫胡雅轩，有幸被您公司的星探邀请过。你好啊，轩轩。以后我可能会在您公司发展，还得麻烦您多多照顾。如果有机会，肯定会的。卧槽，这也太巧了吧！要不然咱换个地方。怎么回事？那个叫轩轩的是赵成的前女友。帅哥，给个 QQ 可以吗？瞎了眼了啊！这么漂亮的女生主动过来要 QQ， 你倒是给啊！不给我们可给喽。抱歉，我不是那样随便的人。那个，我们都可以是随便的人，还是不随便比较好。QQ 不给就算了，一起吃个饭总行吧？行了，你俩能不能先别秀了？我饭都没吃就快饱了。我就说嘛，这美女不瞎，怎么就看不出来我才是最帅的那个？原来之前就认识哦。走吧，饭菜都点好了，就等你们了。庆姐，北周到了。江子文，你们怎么在这？我还想问你呢，不去当你的大明星，跑着来干啥？又想勾搭谁？江子文，你够了！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更何况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有资格说我？今天听到最恶心的事就是你居然拿我和你比。庆姐，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就先走了，我会一直等您电话的。你们认识啊？我啥也不知道，应该就是这个长得还不错的女生为了自己的明星梦抛弃了自己大学男友吧。你就是北周呀，的确算得上是仪表堂堂，难怪小婉今天居然还想支开我呢。庆姐，我有吗？重生归来，虽然没有系统、金手指，但依靠前世思维，还是成为自己衣服品牌负责人，并让《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提早出现在大众视野。北周，不介绍介绍。苏婉，洛汉的同学，堂哥你好。你好。这位是我姐何庆，应该比大家都大吧，可以叫庆姐。你是想说我老？你自己说的。和你们比起来，的确有点老。没事，多和我们相处一阵子，你也年轻了。果然都在说我老了。听说你的动向打算扩张到全国，有没有兴趣合作一下？怎么了？我看你很像我失散多年的18岁亲姐姐。那我就叫你一声弟弟了。好的，姐。合作的事，咱抽空聊聊。北周对动响的宣传规划，除了体育明星的广告之外，还有慈善扶贫。慈善2个字不仅仅是一个广告，更是一道丹书铁券。做好事可以不留名，但是得让人看到。
在需要的时候曝光，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直接打广告说动享每卖出去1件衣服就捐赠1件也不是不行，但这样做后势必会形成一种道德上的绑架。自己的名声是打开了，但是其他服装企业怎么办？那时动享就会成为整个服装行业的众矢之的，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既能把事情做了，又不会引起同行的抵制，嘿嘿，这不和庆就送上门了。姐，要不然吃完饭我们找个咖啡馆先大致聊一聊。你这嘴是真的甜，心思也是真的多。不过那也得看人啊，你不会以为我对所有人都能这么自然的叫一声姐姐吧？那就不知道了。小婉，说谎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你明知道他说谎还愿意去相信的人。我也觉得，但有时候吧，谎话比真话好听啊。今天吃完饭我要送小婉回去，明天再聊合作的事吧。对了，刚刚那个什么轩轩你们认识啊？认识，不熟。胡雅轩之所以出现在这里，肯定就是为了讨好何庆。虽然分手了，但是爱过啊，别的没有什么好祝福的，那就祝他事业有成吧。他唱歌很好听的。你唱歌咋样？马马虎虎。这就是你谦虚了吧？你那叫马马虎虎。倩姐，我跟你说，我们学校的歌唱比赛，他才是第1。唱歌好就行，就算不会也没关系。明天你跟他联系，就说我介绍的。倩姐，你这是跟我抢人呢？哈哈，何庆有意提携赵成的节奏啊？没有吧？司机，开车吧。那次拦在你面前的就是他啊。别帅吧，那个时候更帅。所以你去江浙也是因为他？因为江浙的饭菜好吃。居然莫名其妙白吃了一顿饭，这感觉真好。老赵，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兄弟们啊，8字都没一撇呢。别不开心了，你以后可是要比胡雅轩更红的啊。行了，今天北周来了，我带大家好好放松放松。爸爸在哪儿？向往的日子，快跑吧，兄弟，这是你连夜写的。你们昨晚没去玩？去了呀。你是想在做综艺的时候，顺道把慈善和广告都做了？对呀，毕竟你是我姐，不可能让你亏了呀。这样子你节目也有了，艺人的口碑也有了，典型的双赢。我也觉得可行，庆姐，要不试试？可以试一试，不过先说好，第1季我不会在综艺上投入太大的成本，倒是你说的慈善捐赠，我可以先同意下来。好的，姐。合作愉快。行了，我待会还有几个会，你先去忙你的吧，回头会有人和你联系的。目前已经联系到了华哥、发哥等顶流入驻，在他们的影响下，还有很大一批明星会跟着进来的。这你都能联系到？很大一部分都是庆姐帮的忙，她家里的人脉很广，尤其是在演艺圈。你下午忙不忙？忙。看，忙吗？不忙了。对，那就好。来省城很多次了，就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过一次青山湖游乐园，那里挺好玩的。游乐园啊，我刚好想去，要一起吗？好啊。那你可以把手先收回去了吧？也好，去玩玩也行。青山湖游乐园承载了太多豫章人的回忆了，就连我这个没怎么来过豫章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可惜在后世的发展中逐渐跌落神坛，甚至一度走向了荒芜。我给了全套的钱，你告诉我你昨晚去网吧了？那要不今天再把他叫回来？感情真是我在当坏人。算了，下次我注意。看看吧，你的目标是江浙沪一带，我不和你抢。如果在豫章做得不错的话，我想继续做华东的其他区域。虽然只是口头承诺，但是北周也不会轻易开口的。熟归熟，生意得分开。动享品牌效应打开之后，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做代理的。我始终觉得网购才是趋势，并且已经在开始和这方面的渠道做接触了。华东除了江浙沪外的其他区域给我给动享做线上店。2004年网购国内的网购平台刚起步不久，全年成交额就已经达到了8位数，这还只是开始而已。2005年网购成交额就将会迎来彻底的爆发，自这以后更是每年都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北周也有意向往这方面发展，只是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短时间内确实无暇他顾。姜子文能主动揽过这个活，他也很乐意。去年有家新成立的网购平台叫淘宝网，虽然现在只是做担保交易，但是肯定会继续优化下去的，你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入股最好。成为商家倒还好说，他们现在网站上还没有零售的服装店，但是入股，他去年的成交额就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现在入股的资金要求太高了。那你当我没说，以后不后悔就行。合同怎么样？先说好，要是豫章没有达到理想的成交量，华东片区我可不会给你的。您就看好了吧，营销商早就谈好了，你这边把代理权给我，我明天就可以过去找他们要钱，你等着收钱就行。张韶涵啊，我们公司和他有些商务合作，正好他现在有档期，就邀请过来了。我记得他有一首歌叫《隐形的翅膀》，现在的他应该还没有创作这首歌吧？如果把这首歌作为动享的主题曲，拍摄一段动享扶贫的 MV 的话，你也喜欢他吗？就只知道他唱歌挺好听的。对了，姐，你们商务合作是想让他和你的公司签约到内陆来发展吗？是的，他看上了内娱的发展前景，我看上了他的潜力。姐，之前我有个朋友写了一首歌，
我觉得很适合他。我用隐形的翅膀帮何庆签约张韶涵，江洛涵吐露真心告白。姐，之前我有个朋友写了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他。你还有朋友会写歌？我还有个朋友放着首都大部曲去江浙大学呢，这不是更不可思议？今天天气不错，歌词有吗？给我看看。有啊，劳烦你让让。何庆明显顿了一下，他的电脑是不允许别人碰的，里面有太多资料了，为此网都没有连。不过看到一旁的苏婉后，还是让开了。北周也知道这样做不太妥，一个媒体人的电脑，鬼知道里面有什么猛料，也只是想试试他的一个态度而已。虽然自己叫他姐，但也只是利益驱使。没想到的是，何庆居然真的让我用了，甚至都没说不许动他的文件。姐，以后你遇到麻烦，我真帮忙。怎么，之前说的帮忙都是假的？我之前有说过吗？没有吧，庆姐，我只有词，不会谱曲，不过旋律倒是知道。你这有专门的老师吧？有。庆姐，这首歌很棒，很励志，可以当主打歌。你是想让我把这个送给张韶涵当见面礼？对呀，不过这首歌我打算作为动响的年度主题曲。今年我们给很多山区学校捐赠了物资，现在正缺代言人拍摄 MV。我先去和他沟通，先看看他的意向吧。如果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毕竟他现在还不是我们公司的艺人。事在人为，我等你好消息。对了，赵成怎么样了？何庆思考了一阵后才想起来赵成是谁，他当时也只是突然萌生的恶趣味而已，根本就没有太过关注。他想看看自己一句话到底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挽回一段感情。他现在应该在公司学习，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帮你把他叫过来问问。算了，不打扰他。庆姐，你不会真的也把那个什么胡雅轩也招进来了吧？为什么不呢？多好的噱头啊！不愧是媒体人啊。你的那几份方案我让下面的团队看了看，就目前的市场行情而言，大家都更倾向于一些大闯关之类的有对抗性的节目，那份奔跑吧就比较合适，你觉得呢？我没意见，只要取景的时候能够去几趟贫困山区就行。在嘉宾人选上，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说你想看到谁捧红谁？我可以给你一个嘉宾名额哦。那我可得好好想想。目前北周虽然并没有接触到什么明星艺人，但丝毫不介意留住这个名额。要是哪个不长眼的小明星这个时候找上自己，还愿意为此付出一些代价的话，他也不会介意的。庆姐，你这是在诱导北周犯错。怎么能叫诱导呢？选择是具有相互性的，他可以拒绝啊。弟弟，你拒绝吗？姐，对你我实在说不出拒绝2个字啊。油腔滑调。北周，你的动响肯定会火的，甚至会成为国民品牌。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名声也很重要，不能有太多的绯闻八卦。一个企业家的名声可以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北周当然懂，他可是比谁都清楚舆论的厉害。张韶涵把那首歌录出来了，只是暂时还没有对外展示，真的很好听。他自己都说这首歌和他特别契合，还想专门约你见一面呢。对了，这首歌到底谁写的啊？你刚刚说什么？我问你，今晚想吃什么？我还欠你一顿饭。要不然麻辣烫6块钱的就行。对，18岁参加了游击队，上山找妹妹。不用来接，我待会还有其他安排。什么？你已经到火车站了？你先回去吧，我和苏婉一起回来的。你们去哪？我送你们。晚上吃饭要多个人了，还是我请你们吧。你说啥？青春有几年，蹉跎占一半。没必要过来等的呀，在车上待着就行。我怕在车上等不到啊。行了，先走吧，去学校外面的小吃街吧，好久没去那里吃麻辣烫了。好啊，北周，你敢再陪我喝一次吗？我妈说外面太危险了，尤其是男孩子，要学会保护好自己，更不能喝酒，尤其是和女生。那我自己喝。你今天带了多少钱？200多，怎么了？我反正只结饭菜钱，最多再加上我这瓶酒的钱。你要是还想喝，自己给你爸打电话让他来结账。你就只知道欺负我吗？那你看我欺负别人吗？你想说啥就说，怎么还想着酒壮怂人胆啊？你才怂！北周，你现在是喜欢小婉对吧？洛焕，你乱说什么呢？我没有乱说啊。北周，你自己说，到底是不是啊？这下子不仅江洛翰紧张了，苏婉也跟着紧张了。他也想知道，但也仅仅是想知道而已。他很清楚，朋友可以是一辈子，可是当了恋人，就再也做不回朋友了。所以他从没想过跟北周表白之类的，更没有想过让北周跟自己表白。北周，你别理。没事，你想知道吗？想，很想。可能会有男生不喜欢漂亮女孩，但明显我不是那种人。苏婉这么漂亮，我为什么不喜欢？你是想说是个漂亮女孩你都喜欢吧？也可以这么说，只是我对漂亮的定义比较高而已，至少得像江洛翰这样的吧。什么叫至少像我这样的？我这样的很差吗？还委屈你了。至少像我这样的，难道北周变相说喜欢我？多吃菜，少说话。好了，我先回去了，你们还要继续玩吗？外面没完的，我要回去抱屠龙刀了，然后好好睡个觉。明天还要去公司处理事情，几天不在，很多文件等着我回来签字呢。小婉，我送你回去吧，你要一起吗？不顺路，你们走好。
小婉，我好喜欢，好喜欢他呀。那你加油哦。才淡薄，你谁能说？